前日至 NZCEL 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7月29号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 0941544368。10味鲜酒家冬季推出滋补养颜、清血防寒羊肉汤锅，同时推出多款适合冬天时令火锅，任君选择。电话09525128851288。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1 3778801。玉山 KCH 亚洲食品进出口贸易商，专营台湾食品、杂货、珍珠奶茶原料系列及亚洲各地特色产品，独家代理玉山系列、龙红酱业、阿萨姆奶茶等知名品牌。玉山 KCH 秉持纯净、绿色、道地的理念，传承古法，积极创新，始终坚持食品安全与健康。玉山之 Food， 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 0927235516。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9 2652969。BioBegin, maternal and child nutrition health products from New Zealand. Each kind of natural material is extracted by the world's lea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effective components. Make babies thrive. BioBegin. Better begin for the baby. 安吉拉杨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 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 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近 Monro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六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1。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遛狗呢？别提了，这不知谁没收狗屎，踩了一脚，恶心死了。不收狗屎，如果被投诉，可是要被罚款的。再说了，这也是公民的基本素养啊！记得关爱环境，照顾他人，遛狗一定要当个好的铲屎官。新中传媒，新西兰唯一涵盖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及新媒体的中文全媒体传播集团，以专业态度缔造传媒行业影响力，以全媒体思维整合纸媒、电台、杂志、新媒体等传播平台，全力为新西兰、中国与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新西兰全媒体一站式推广，唯有新中传媒。
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整点新闻。今天是2019年8月13日，星期二，农历7月13。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新西兰方面的最新消息。新西兰净移民数修正为5万人，但仍处于历史高点。新西兰统计局最新发布的移民数据显示，截止至2019年1月的这一年中，新西兰迎来净移民数量50900人。较去年同期的52700人有小幅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对半年前的数据的修正，因此也更为准确。数据显示，虽然净移民数量有所下降，但新抵达的移民数量仍在增加。截止至2019年1月的这一年中，新西兰共迎来144200移民，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000人。主要的移民来源于澳大利亚2.5万人，其中1.5万为新西兰公民。其次的是中国1.4万人，紧接其后的是印度1.26万，以及英国的1.02万。与此同时，这一年间离开移民数量也明显上升，增加至了5800人，达到了9.33万人。两相抵消之后，最终的净移民数量较前一年下降了1800人。恒天然预计本财年亏损6至7亿纽币，中国资产减值2亿纽币。乳业巨头恒天然周一发表消息，如果将可能的资产减持计算在内，预计本财年亏损将会在5.9亿至6.75亿纽币之间。董事会已经裁定本财年不进行分红，恒天然将在下月发布最新财报，但提前发布了财年经营预期。上一财年公司亏损1.86亿纽币，本财年预计亏损在6到7亿纽币之间。恒天然首席执行官称，考虑到预期亏损，董事会会停止2019年财年的分红，这也是2002年以来的第一次。据悉，恒天然的资产减值主要集中在巴西、中国、澳洲和新西兰等地。在巴西，恒天然计划减持与雀巢合资的 DPA 乳业公司2亿纽币。在中国，由于经营业绩低于预期，恒天然预计减资2亿纽币。而在新西兰，随着出售旗下的冰激凌品牌 Tip Top， 恒天然预计减资2亿纽币。但首席执行官也同时表示，公司目前现金流仍然强劲，债务减少，降低运营成本和资本支出的目标也都在轨道上。工签审批有多慢，基督城议会新 CEO 的签证也被延期。不久前，基督城议会的新 CEO 薪资曝光，年资超过了总理简辛达，达到49.5万纽币。但最新消息称，这位新的 CEO 还在等待工签的批复。由于移民局办理时间较长，他可能会错过10月份的当地议会选举。即将上任的新 CEO 来自英国，他此前担任英国伯明翰市议会的 CEO， 年薪为21万英镑，约折合39.7万纽币。来到新西兰后，新的职位会让他的年资增加10万纽币。对于他的签证问题，移民局则表示，目前正在加紧时间，尽可能快地处理签证。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新加坡从2021年9月份起全面禁止国内象牙制品交易。新加坡国家公园局昨日宣布，新加坡将从2021年9月1日起全面禁止在当地售卖任何象牙制品。公园局指出，这项禁令生效后，所有象牙及象牙制品将不准在新加坡境内出售。此外，任何与销售相关的象牙或象牙制品展示也将被禁止。禁令生效后，违禁将依照濒危物种进出口法案受到处罚，每一件违禁品将罚款1万新元，总计不超过100万新元。另经定罪，违禁者最高可被判处12个月监禁。新加坡是濒危物种国际公约签约国，文告指出，这项禁令将凸显了新加坡打击非法象牙贸易的决心。特别消息：印度洪水已经导致147人死亡，数十万人离开家园避难。最新消息，印度政府该国的地区洪水已经导致147人死亡。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不要走开，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今天的朝闻天下。
大家早上好，欢迎回来。您现正收听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小娇这一早上忙到的呀，我能坐在这儿很不容易啊！真的是，小娇真的是在前5秒钟才赶进来，坐在座位上。就是大家听到那个我们的那个片头的时候，我才坐下。我到现在耳机也没有戴上，电脑其实是虽然它在这摆着，但是它没有打开任何东西。就是导播在说5、4、3、2、1的时候，小娇说赶紧坐下收拾。然后说那个对面就在那边跟我说10秒，我说可以，没事，我坐得下。然后我一会儿再那个好了，反正这一早上非常的慌乱，也是因为呢今天早上更新了很多的新闻，哎，我就奇了怪了，为什么不能在昨天晚上出，非得要在今天早上出，并且每次都要飞到早上5点半、6点出。对，哎呦天哪，真的是。如果不是咱起得早，真的 catch 不到这波消息。我跟你说，今天早上的是到最后6点50的时候还有一条新闻，你说弄死我吧？那你说我要不要？就 breaking news 突然弹出来的，真的是很烦。最后呢，我只能用脑记，我已经就是来不及把它整理成文，所以你在稿子当中没有看到这条新闻。没事，你说就行了。所以我就是只能脑记，所以我觉得刚才就一遍混乱当中，耳朵在听，我说到底是什么啊？接下来呢怎么样？然后还没等差不多说完了，我就赶紧冲进来了。你说这一早上慌乱的啊！今天反正因为你知道今天早上本来我是想有一个什么话题要讲，你知道吗？你说。我本来想说我去看了那个。我跟大家说，我现在连西装扣子都还没系上，就慌乱到这个程度。我昨天晚上看了阿拉丁。哦，你去看了那个电影？没有，早就下了。我看了阿拉丁，然后我觉得不错。我觉得，因为我也看了狮子王。哦。然后就这2部都是真人的嘛，然后就那个叫真动物，不算人。对，就真翻拍，反正吧，然后我就觉得阿拉丁比狮子王要好很多。当然，也很多人觉得狮子王好了，就还是我上次说那个，就狮子王，你感觉狮子没有表情。那个是什么来着？那个猪，然后大家说它过于真实，鹏鹏对，太丑了，过于真实，太丑了。哎，其实说到这儿，昨天啊，你看啊，这个就是，哎呀，平常关注新闻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能接得上话。我昨天刚好看到一条消息是什么？就是内地的，就是新西兰啊，不是，对不起，中国内地的票房前5，说的是。哪吒上了，还真有哪吒。它是指的就是说呢，应该说是所有的电影当中，就是历年来目前票房成绩排名前5的电影，你猜一猜第1是什么？中国大陆啊，不包括都是外国的吧 ？No， 只有1部是外国的。好，战狼。对了，战狼2。然后流浪地球。第1、第2这2个是，第3，再猜一个。你还能想到？好，我再想一个啊，宝莲灯。什么？宝莲灯有电影吗？哦，我不是药神。不是。没有。我不是药神还不行。我不是药神还不够格。跟那个战狼2比的话，那是对吧？战狼2是排在第1，当时他的票房那什么，复仇者联盟4。对。然后其他的2个我想不到了。然后我还在那个全世界的去查了一下，我先跟大家说中国的票房第1的是《战狼2》，票房总共是56.82亿，排在第2的，说的都是中国大陆，不包括别的。然后呢，包括了这个第2名是《流浪地球》，总共是46.56亿。他居然都没有超过《战狼》。《战狼2》差10亿哦，你想想《战狼2》有多猛。战狼整个系列都很猛，中国内地能拿到56亿的票房，那就人人去看了吧，差不多的。差不多，对呀，有1人刷几遍的，你想想。对呀，你看啊，这是第2，第3名就是《复仇者联盟4》，42.38亿，第4是《红海行动》。哦，好。36.51亿，然后第5就是现在是哪吒，已经到34亿。哪吒我这个真的，你知道哪吒我知道火，但是我不懂。因为我没看，所以我不懂。我看了，但是我看了一些啊，一部分我不懂，就是他跟我印象中的，因为那天我看的是什么呢？有人说那个哪吒特别可爱，就丑可爱。我不觉得他是魔童嘛，这次，他跟我印象中的哪吒不一样。我印象的哪吒是哪吒闹海那个水墨版，你的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水墨版。你的脑海当中哪吒是女的还是男的？女孩还是男孩？男孩。我竟然身边有好多人跟我说，认为哪吒是女孩，然后就觉得3观被颠覆了。我想说这是怎么认为的？李靖的太太，李靖的老婆夫人怀胎3年06个月，诞下一男婴。对呀，就是而且他的那个形象，诞下一子啊，当时是他那个形象怎么能看得出来是女性呢？就是还真的是可能是扎2个小揪揪吧。
还有哦，对，有人跟我说是因为他穿了布兜，就说男生没有穿那种布兜的。谁？那是女生长大以后才穿那种肚兜，谁小时候小屁孩都穿肚兜啊？来，有没有跟我说说？就是我们的那个听众观众当中有没有一直认为哪吒是女性的？就女孩的，就是只是因为他扎两个小揪揪，拿着混天绫。就不知道因为什么，就很多，而且我真的身边听到了好几个人跟我在说认为哪吒是女的，所以这个电影让他们颠覆了形象。原来哪吒是个男的。就是我看网上说那个，就说孙悟空跟谁上厕所，那个、然后哪吒走进去了，是吧？就那个是孙悟空的电影当中的一个片段。那个当时孙悟空的那个电影是那一部是吧？对，那一部不是也很火嘛？对。在那部电影当中，他就跟那个小孩，那小孩就问了他很多问题，其中有一个就是哪吒是男的还是女的，他说是女的。当然他当时是逗那个小孩。但我身边的朋友不是因为这个电影觉得她是女的，就一直以来认为。但是这件事你就表现出来，大家都有这个迷思。在拍进电影的时候，就证明是很大一部分人都有共鸣感才会拍进电影啊。我理解不了，所以 anyway 啊，这件事情也跟大家说。刚才不是说这是中国内地的票房嘛？所以我昨天就手贱，我也去查了一下国际的票房。当然，阿凡达。那对，阿凡达也在，但是国际票房啊，有一件事情我是觉得这也算是一种不公平，就是他没有把中国的电影纳入其中，他也没有把宝莱坞的电影放在其中。我相信，如果要算宝莱坞的话，那对吧？那宝莱坞的那个宝莱坞的每一个电影，宝莱坞的电影真的是人人会去看吧？因为在他们国家，应该基本上人人都会去看。而且那个人口数量，对吧？而且宝莱坞很多电影还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去放映，所以我就不相信在那前10，就是你看后面那个。好，你说前3。有记得吗？这么说吧，就具体的我不太记得，但是这么说就是从前10名啊，国际票房当中，大概那个《复仇者联盟》占了5部。我知道，因为当时第4都要冲到，马上要4部啊，就反正4部全在，就前10名当中。复仇者联盟是5部，因为40有2部。哦，那就是5部。对，我印象当中就是对，是5部，就是前10名当中是5个全在。对，然后再加上什么，就像当时《复仇者联盟4：终极之战》差点就超过了《阿凡达》。里面还有什么《Life of Pi》什么那一类的吧？对，就基本上。因为当时不就说了嘛，就说那个卡梅隆，和那个李安。然后什么这些都是什么100亿导演呐、什么？大概我当时看了这条新闻。是。还有就说那个 Marvel 这些到底应该怎么算？因为它太杂哈。对。但是反正就是很让人惊讶的，这复仇者联盟真的就这么火。你看全球当然了，中国的和宝莱坞的不算啊。就是这些电影当中，以后他们都得这么说。我跟你讲，以后美国人报新闻的时候都得说全球，然后什么然后中国大陆，然后以及宝莱坞。他宝莱坞他真的是就是打不过人家的啊。不过就讲真的，你想想，复仇者联盟5部全在前10，这很牛哎！他的这个系列就算是极其成功了，对不对？相对来说，还有那个 Fast and Furious 也上了好几个，就是速度与激情也上了好几部。那是我觉得我小时候可能看的时候特别火。还有泰坦尼克号啦这种，这种 OK。小时候那时候还家里人不让看，我们小嘛。好了，时间关系啊，7点15分，这个我们说的电影方面的就聊到这儿。回来之后，今天早上的新闻各种大事非常多啊，所以我们抓紧进入到新闻内容。好，不要走开，稍后回来。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10味鲜酒家冬季推出滋补养颜、清血防寒养肉汤锅，同时推出多款适合冬天时令火锅，人均选择。电话0952512885128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谓讲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
玉山 KCH 亚洲食品进出口贸易商，专营台湾食品、杂货、珍珠奶茶原料系列及亚洲各地特色产品，独家代理玉山系列、龙红酱业、阿萨姆奶茶等知名品牌。玉山 KCH 秉持纯净、绿色、道地的理念，传承古法，积极创新，始终坚持食品安全与健康。玉山之 Food， 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19 09-272-3516。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69 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01 377-8801。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本栏目由 KVB 昆仑国际冠名播出。路况播报由本田汽车冠名播出。全新本田今天就申请，任您选择2年3期零利率、零首付或36个月的3.9%利息，购买全新本田汽车从未这般简单容易。任君选择零首付3.9%利息或1/3首付2年3期零利息贷款，立即致电本田中文热线09-890-9018。早上的7点18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目前的一个路况的信息。外边还是妖风阵阵啊，昨天的那股妖风，今天预计是说会逐渐的平息了，但是今天早上呢，在很多的地方还是会忽然飘起阵雨，而且呢，有些地方的这个雨势还不小，所以就导致呢会给早高峰带来很多的压力。大家在上班的路上啊，首先就是要早一点点出门，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啊，跟前面的车呢也是要保持一定的车距。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路况。首先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现在基本上是从 East Market 就已经出现了拥堵的状况。East Market 经过 Highbrook 到 Princess Street， 目前来看是黄色车多。前半段在 Papakura 经过 Takanini 到 Redoubt， 现在也是黄色车多啊。那么拥堵的路段是从 Princess Street 开始，经过 Mount Wellington、Ellerslie 到 Greenland， 现在是一长段的红色交通拥堵。过了 Greenland 之后，经过 St. Marks 到 Cabot Pass Road， 也同样是黄色车多。过了 Cabot Pass Road 之后，才恢复绿色的行驶畅通。我们再来看一下20号高速。20号高速的东向上 ，Lambie 到 Roscommon 是红色交通拥堵 ，Roscommon 到 Massey 是出现了黄色车多。过了 Massey 之后，恢复绿色的行驶畅通。那么东向上，我们再来看一下东向啊，现在的20号是比较拥堵的 ，Maurora 经过 Dominion Road 到 Hillsborough 是一长段的红黑相间的大塞车的状况。过了 Hillsborough 之后到 Queenstown 也是黄色车多。那么过了 Queenstown 之后，就全线恢复了绿色的行驶畅通。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16号高速西区往市中心的方向上，现在西区也是出现了比较拥堵的情况。前半段在18号到 Lincoln 出现了红色交通拥堵，过了 Lincoln Road 之后呢是有所缓解，但是接着从 Rosebank 开始，经过 Greenhouse Road 到 St. Luke's 又是一段的红色交通拥堵，过了 St. Luke's 之后是恢复到了黄色车多的一个状态，一路到市中心。
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北岸1号高速往市中心的方向上，跟平常相比差不太多。Otay Valley 到 Grayview 现在是黄色车多，从 Grayview 开始出现了大塞车的状况，一路可以堵到 Eastman Road。虽然都是红色啊，但从时间上来看，有些路段是濒临到黑色大塞车的状态。那么过了 Eastman Road 之后到 Onima 同样也是黄色车多，要过了 Onima 之后再往海港大桥这个方向走，才差不多恢复绿色的行驶畅通。所以今天早上的路况啊，真的是非常的拥堵，而且外边呢积水，部分的地方还是有积水。昨天晚上的这个雨下的也不小，所以在开车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还是要注意驾驶的安全。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 Honda 本田汽车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马上回来，正式进入到新闻早餐的内容。首先带给大家国际新闻。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 Damia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7点22分啊，我们开始正式的进入到新闻的内容。首先带给大家国际新闻。今天早上新闻很多，而且都是大事儿，都是不太太平的大事儿啊，所以我们赶紧进入到新闻内容。那么刚才说到这个电影排行的事情，谢谢我们的听众补充啊。他说美国人才不管你美国以外的东西呢。他说我看的那种叫 NFL， 每次都叫 World Champion， 但是其实并没有全世界。你知道？对，他们是。就让他们自己一直当那个就是世界的这个冠军吧。而且他就会觉得世界不存在，只有他。对对，也挺好的。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很好。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的新闻早知道啊，很多大事要来跟大家分享的。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昨天晚上，我估计大家都看到了，示威者呢现在是静坐在香港国际机场，导致呢昨天晚上余下的所有航班全部取消。那么目前呢是在逐步的恢复到正常的秩序当中。我今天早上得到的最新消息，现在还没有恢复。如果我看到什么消息，在第一时间再来跟大家分享。说到这件事呢，有一个好笑的消息啊，也不能好笑吧，就是觉得大家现在都挺放飞自我的。然后在这个中央电视台，中国中央电视台，然后有一个主持人叫康辉，现在他很火，然后他昨天呢就说送这个某香港航空公司一句话，叫 “no 作 no die”， 就在新闻上讲，就是说很多这个人啊，然后就是说这家公司工作的这些人呢，然后假装自己听不懂普通话，好，那我给你讲英文 “no 作 no die”， 然后我当时就想说。好，但这个不是说昨天静坐的事儿啊，是之前发生的事情。就是说吧，就是说现在大家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啊，也是，一会儿呢我们会来聊到这个话题。当然今天呢是星期二，所以我们也会和 Peter 老师来聊到这个话题啊。具体的我们一会儿再说。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新西兰方面，昨天呢这件事情也是挺有趣的，这也是新鲜出炉啊。总理Jacinda Ardern呢是宣布了促进就业新计划。然而呢，这个内容却是引起了各方的炮轰。它的这个新内容当中的焦点放在了年轻人的就业问题上。一会儿我在新西兰新闻我们会跟大家来聊到，看看到底有什么促进就业的计划，看看到底好不好用。感觉总理现在有点多说多错的感觉。总理明天又要走了，又不在新西兰了。然后接着呢，就是华为发了一封信，然后是给 GCSB 的一封信被曝光了，没有 5G 的铺设，那就退出新西兰市场。这是今天早上刚刚得到的消息啊。这个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来分享这封信，任正非写给新西兰的 GCSB 的。我们一会儿来看看到底什么内容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件事情也是引起了各方的讨论，就是新西兰居然有小学生，而且是很多小学生被逮捕。那么警方呢在得到这份报告之后给出的回应是，为什么会有小学生犯罪呢？因为他们太穷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一会儿也在新西兰新闻当中跟大家来聊到。还有一个是人脸识别终于要来到新西兰了，但这次是有8000个摄像头将会遍布在奥克兰，然后人脸识别会不会造成一个新西兰的人天网？这个也是，尤其是在这种什么隐私，你知道对吧？话题这么热门的时候，一会儿我们来看看这个摄像头究竟是好还是不好？谁安的？
怎么样能够保证隐私和安全，同时能够满足，对吧？我们一会儿来聊到这个话题。那么今天当然是星期二，所以说呢，9点钟之后我们会和 Peter 老师来进行连线。今天首先当然会聊到香港问题，到底这个已经到了静坐，使得整个香港机场瘫痪的方面，那么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问题？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也知道中日是重启了战略对话，那么释放的积极信号又意味着什么？现在韩国和日本之间的这个争端又对中国来说会不会是一个契机？所以一会儿我们都会在9点钟之后跟 Peter 老师来聊到这个话题。那么先来关注国际新闻，昨天晚上香港的事情呢，我们就留到9点钟之后再跟 Peter 老师具体聊。反正现在的一个状态就是仍然没有完全的开放，然后呢，昨天的这个所谓的示威的游行算是和平进行的，没有看到什么所谓的暴力的事件出现。我是觉得在这个位置以及在机场这样一个国际通道的地方，如果真的要有冲突的话，那真的丢的人不是别的人，就是他们自己的人。然后昨天有其他的新闻又说深圳那边什么有军队集结，然后有很多朋友说到底要不要出兵去镇压等等。昨天我看了一个采访，是前基本法委员会的那个主席，然后是一位我忘了他叫什么了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当时就说他的上面就说有这个解放军军队，然后在香港边境集结，然后可能随时会来香港，然后来辅助，然后来平息任何一样的这个动乱。然后呢，但是他说你们不要认为这件事情是一个违法或者是怎么违背意愿的，但是这件事其实写在基本法里面。可是这个问题就在这儿，这个我们也知道，在很多的，尤其是在这个问题上持反对态度的人，或者是很多的西方媒体西方的这些所以说呢，在他们看来，就算你写入基本法，他可以不说这件事儿，有很多的事情，就比如说，所以这个人他站出来说，因为他是之前在这个基本法立法这个部分嘛，他说那我就跟你出来讲。然后并且他就说，那我现在要把这些媒体没有讲的，我要跟你们讲清楚。那但是具体怎么来评断，那我不管。我们看多了，就说呢，打着说我们要公平、公正、公开的旗号，但是呢，选择性的失明、失聪的这种事情，难道还不多了去了吗？对吧？对。所以说呢，这件事情我们会在9点钟之后跟 Peter 老师来探讨。那么香港的问题究竟会走向何方，如何去解决？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不镇压不行，或者不对，我这个词儿用的不对，不去管不行，对，让他放任自流不行，不会平息不行。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你真的，比如说，就算你是合法行为动用了一些力量，那么就等于是上了圈套，或者是合乎了某些人的期望能够达到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是不是我们真的想看到的，也不一定。所以这个话题我们等到9点钟之后再来继续探讨。当然，大家如果要是和平的、理性的讨论，比较平和的愿意讨论，我们也愿意跟大家来聊。但是如果要是非常极端的带着情绪的那就算了，我们不想浪费这个时间，因为国际上除了香港问题，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事儿。真的，昨天这一晚上。你说真的是怎么会这么多就是短消息出来？因为平常我们都会有大事件，对吧？但是昨天就出来很多短消息，然后在我在做新闻的时候，突然就看到说韩国政府决定把日本移出白名单，然后就是9月份马上生效。那么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也会在9点钟之后跟 Peter 老师来聊到关于韩国和日本的这个争端的问题，以及到底对中国方面又会有什么样子的，对吧？这样的一个影响。昨天我们才说了，说韩国研究暂缓将日本移出白名单，然后他们可能想了想，然后想说算了，干脆还是移出去吧。我们刚才群里有朋友在补充说那个香港国际机场把空调给关了，然后大家散去了。没有看到真实的但是的发音，我觉得蛮搞笑的。咱们是不是不厚道？为什么？我就说我们不厚道笑出来，又是我刚才笑那么大声。但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笑的。好了，这件事情我们一会儿会聊到当然，接着我们再把目光转到国际方面。真的，国际上除了香港之外，有很多值得关心的事儿。第一个就是我们来看一看英国方面，很久没说了。是这约翰逊上来之后，到底怎么样了呢？有1周没提到他了。已经到什么程度啊？现在憋的女皇这么大岁数了，都已经憋不住了。女王我们就有叫女皇是吗？因为她叫 Queen 嘛，所以叫女皇，就是给她这么大岁数都憋不住了。她应该也是看够了，
在这受不了了，在这过去的3年真的看够了。然后他就是假期过得也不消停，本来要出去玩呢，这又换了这个首相，对吧？是。所以我们来看那具体他怎么说呢？然后是据英国的这个报道，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在私下，然后对他们表达了当前的英国领导层治理无能，我们的政治家没有能力管理我们的国家，好狠啊！就一招毙命。当然，我们也知道呢，这个我们的女王啊，因为为什么叫我们的？因为在新西兰这边呢，也叫我们的，也是新西兰的那个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嘛。对，这个女王呢，在长达67年的在位期间，也是发表过可以说是很多的言论，但这一次绝对是她最尖锐的，尤其是对政治方面的言论之一了。过去呢，她其实虽然她是女王，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但其实她对政治上面不发表任何言论的，她不干涉那个就是时政。对，我们也知道这是就是双方和平共处的一个原则，或者是大家君主立宪制的一个原则吧。就是共同遵守的一个方向。所以说这一次呢，女王是非常罕见的，就是在一次私人活动上发表了上述的言论。所以很多人呢就是表示说，这已经是逼到让这个女王都觉得实在是已经受不了了，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也是会出现一个非常的爆炸性的后续的发展。是女王呢是怎样呢？女王从什么时候就不高兴了呢？女王从2016年在卡梅隆辞职以后，就已经表示出了对整个这个政府的不满。他其实呢，他主要说现在2016年造成的公投，然后造成了一个爆炸性的后果，表示非常的愤怒。然后表示了这场公投也是一直撕裂着整个英国以及英国议会。当然我们也知道约翰逊呢这一次可以说是上台之后算是最后的一个导火索，让女王出来说话。因为呢约翰逊的这个态度，他不就是说不惜硬脱欧嘛？当然这个态度其实讲真的可能会是很多的英国的民众也包括皇室不想去看到的一个结果，所以可能这也是最后的导火索，为什么让女王在这件事情上发话了。可是后来呢，我们也看到在女王私人的这样的一个派对上或者这样的一个活动上说了这番话之后呢，我们英国的议员们也是出来说话了，说女王真的想要打着引号介入脱欧的这个期待可能也会落空，就是还是那句话，你说了不算，虽然说最后你签字，但是呢你也没有什么决定权。现在其实还有这样啊，就是说其实现在英国的反对党，然后他们还试图把女王拉回来执政。我这是疯了吧？他们就是这是因为现在消息爆出来了嘛，然后他们就说因为这个约翰逊，然后因为现在英国政府的这个内阁将会对约翰逊发起不信任投票，发起不信任投票的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可能会逼他辞职，对吧？然后但是如果逼他辞职以后呢，现在又没有人上任，然后就有人脑洞大开，然后就说那我们请女王亲政吧。好吧，我觉得这也就是一说，对，就是逼的没办法。他真的是现在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也确实是没有人嘛，对吧？如果他们就现在想说真的把它弄下去，谁来接这个烂摊子？算了，这反正就是个烂摊子，再乱它能乱到哪里去呢？就是对吧？他已经到这儿了，他还能怎么乱呢？所以就来看呗。但是现在女王都93岁了，对呀，真的是，你说给人老太太逼成这样，对，然后女王然后这3年然后也没少生气，然后现在还要让女王亲政。女王还能不能歇会儿了？所以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件事情。当然了，这个英国的脱欧的事宜，反正约翰逊已经上了一段时间了，这已经是还剩1个半月啊，距离10月份，看他怎么办呗。对，10月31号。那就还剩2个半月。对啊，但是到10月31号。好了，我们就等着看，2个半月，3年都等过去了，2个半月才多长啊，对吧？2个半月一眨眼。对啊，我们到时候看看到底。只要他别闹出什么幺蛾子，他就算硬拖。他也是好给人民一个交代吧。好了，我们再把目光转到美国方面。最近美国反正除了在世界上各地打得不可开交，或者是问人要钱之外呢，现在本国内也是非常的混乱。我记得以前跟大家讲过一条新闻，就说纽约的街头上到底就是某一个周末，说这个周末呢没有枪击的什么案，还是说有几个枪击案，是他们最安静的一个周末，最安全平静的一个周末。对，就知道那个治安到什么程度。所以呢，最新的新闻也是看到，就最近
又出现了市民抗议移民政策、上街去堵路的状况。纽约警察呢就直接开始抓人了，抓了接近可能上百人。我也只能是呵呵呵，你知道吗？好了，我们先把新闻内容告诉大家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在美国的密西西比州，美国的入境和海关的执法局对该州的6个城市的7个地点开始进行了搜查。最近呢是逮捕了总共680人，并称说呢这些人都是非法移民。是，然后在当地时间的8月10号。然后下午呢，就有大批量的这个反政策的抗议者，在美国纽约的这个入境以及海关执法局办公室附近示威，并且拥堵整个，导致曼哈顿的一条繁忙的街道全部拥堵。然后警方也因此逮捕了其中的100多名这个抗议者。是，那么当然这个抗议游行，如果大家在看电视的朋友就可以看到，他们当然手举着都是一些反对，比如说呢这种特别 harsh 的、特别粗鲁的移民的政策，也不让他们去关闭这种所谓的边境，这么硬关闭，也包括了一些可能一些安置的中心，像牢笼一样等等等等，他们就写着这种标语呢，是走上了街头。那么当然，纽约的市警务处也是有指挥官都在是一边拿着喇叭喊话，就在说你们现在是非法的在占路，阻碍了车辆的通行，所以你们必须马上离开。另外一方面呢，警察就出动开始抓人。是，然后他们就说了，主要是因为他们还是妨碍了社会治安以及这个社会治安罪，指控这些100多个人将会起诉他们。那么说到这儿呢，今天早上我说我看到的最新的消息就是也是美国方面的出了一件什么事儿呢？特朗普又宣布了个政策，也是跟移民相关的。什么政策呢？就是对于那些低收入的，可能在美国需要，比如说紧急住房啊，需要社会补贴啊等等这些移民，不再给予延续的签证，等于说请回。就说你领救济你就回吧。对。如果你是在等于说啊，他是说你如果在美国没有做任何的贡献，反而需要美国政府来养你，无论你是多多少少，只要你是靠着政府的，你哪怕领少量的救济，你想拿绿卡没门了，你现在就是签证不会被续签了，直接走。这听起来倒是很美国优先了，很有他的那个风格。是，但是那个，因为如果我们现在在看这个电视的朋友们就看到，就说大家打出很多标语，就是。immigrant， 然后就是移民才能使美国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好。今天早上特朗普在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我没否定说移民给美国带来了很多，我是说那些靠美国生活的人，我让他们走有什么问题呢？对吧？就是你说完了之后你就想说，OK， 对，想说。这话乍一听起来感觉好像对也没什么错，但是就觉得从他嘴里说话怎么出来就这么具有挑衅的意味，对吧？可是，但是我没有，因为我说嘛，我就说抓紧时间进来，后来我就没有仔细，就没有听到后边的报道，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话当中包不包括，比如说像难民，那难民也算是移民的一种啊，他们也算是需要美国帮，要不然他怎么能叫难民呢？对不对？那我不知道他的这个政策当中包不包括这些人。他只是说靠着美国福利或者是获得美国福利的这些人不能再给予续签或者绿卡，那难民呢？我不知道啊，这后面我就没有听到。如果大家知道的、看到这则消息的，可以来跟我们补充补充。但是可以看得出来，美国的这个在移民政策方面的收紧是认认真真的，而且他的这个政策出来呢，虽然很多人觉得很 harsh， 但是他说的美国优先又跟他的这个理念是非常的契合的，所以呢，就大家也都是。Fine，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啊！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还会持续的来关注，看看到底如果我要是看到什么消息，有没有难民之类的啊，我再跟大家给大家更新一下。好，除了这个美国在游行啊，其实不光美国在游行，最近真的哪儿都在游行。香港、新西兰也在游行啊。哦，说新西兰的那个就是毛利的土地的那个不走。还是不走？现在已经明确说了，如果新西兰政府不把这块地买了还给他们，他们就不会走的。好，那我们说回新闻啊。对，我说回新闻。你说是不是也是很坚持哦？最近这奥克兰狂风暴雨的，真的是这天天。他们的帐篷从来没离开过。那应该那边已经变泥坑了吧？对呀，而且你想我们的住的屋顶都被吹翻了。哎，线上有个朋友，这么早，我们接一下呗。早上好。早上好。哎，早上好，呆萌小娇，早上好。哎，早上好，早上好。刚才听了你们的那个特朗普的新闻，就特朗普，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他
是一个特别奇葩的人。他一直都是。你知道对我每次听他的好多政策，我就特别感觉特朗普真是很适合做一个，就是其实如果有一家特别大型的公司，然后让他来做一个运营啊，我真的是感觉他很成功。为什么呢？他的很多东西你刚开始一听吧，你就觉得心里怪怪的，然后你会觉得，哎呀，我真的是说不出口或者不好意思。但是到了他这儿吧，他就毫无顾忌的就做，而且其实你冷静的想啊，就是你从哪个角度讲，他真也没什么错，你不觉得吗？对呀，我们刚才不说吗？对，就听起来就是跟他美国优先的这个理念完全符合。而且你想想，你就是不管是现在美国还是其他的西方国家，或者这些接受移民的国家，都有同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是靠移民伟大的，但是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得区分是什么移民，对吧？你来了工作，然后为这个社会做贡献，然后你真的遇到什么事儿，我觉得这个国家来保护有一定的那个保障，这是绝对应该的。但是确实也有那么多人，就是那你不要说美国了，你其实很多时候你自己看看就知道，进来天天歌舞升平，根本就没有工作，没有什么照。经常很多人问我说，哎，他每天这样的靠什么生活？我们就相视一笑。那还能靠什么生活，对吧？就是我们连说都不愿意说出来，就是大家彼此心知肚明，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是那种特别懦弱的人，你知道吗？但是特朗普就敢说，人家就敢，而且特别理直气壮，你知道他那种底气就是从心底出来的。那倒是啊。好，对，所以可能这是品性决定的啊。对，好的，好，谢谢。每个公司的那个运营者都向他学习就行了。好吧，好，谢谢，拜拜。但他的确也是从商业出身啊。那么当然，他也是怎么说呢？他就提到了，就那个意思是说呢，你看，比如说就拿我们新西兰举例，有不同的方法移民。是，而且来了之后呢，可能他的经历的事情也不同，所以导致呢最终可能不同的结果。是，有人就说了，说那你不能因为他备不住曾经做过贡献，只是他现在比如说遇到什么事儿了或者怎么样了，他需要政府照顾了，人有高有低嘛。对，那你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就说哦，那因为你不能做贡献了，所以你就得走。也有人是用这种方法来回应他，不过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我们接着往下说，刚才不就说还有地方乱吗？对，就说这个乱的是哪儿呢？也不是说乱吧，就是大家又开始示威游行了。然后游行的是哪儿呢？是在俄罗斯的这个首都莫斯科。然后在过去的7月20号、7月27号、8月3号以及刚刚过去的8月10号，莫斯科连续4个周末都出现了示威游行活动。他们是为什么呢？他们主要是为了去帮一些被剥夺了这个参选这个市长，然后以及立法的这些议员的人，然后来声不平。然后呢，为什么他们会参与这次的这个游行呢？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说，他们是受到了别人的鼓动。他们为什么不能参选了呢？就是因为当时说是以文书违规。然后政府就宣布说这些人不能参选了，剥夺了他的这个被候选人的权利。然后接着呢，就是在前3次的活动中呢，其实有2次，然后是未得到政府的批准的这个示威游行，所以呢，也在这个8月10号就刚刚过去的这一次呢，然后其实他得到了批准，但是依然还是有很多人比较激动。然后，所以导致警方跟他们发生了冲突。所以说呢，也是说，反正政府方面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有很多的是受到了某一些网络上的煽动或者是教唆，他们才走上街头的。是。所以现在呢，俄罗斯方面也是要求他们不要在网上做出这样的动作。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啊，7点45分，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带给大家其他国际方面的新闻。好，稍回来。2019新西兰国际建筑业博览会暨峰会是本地最大的房地产及建筑业活动之一。今年展会将迎来逾100家参展商，过万名观众到场。而峰会日则邀请到顶尖专家就预制建筑展开讨论。
2019 NZIBES 是业内人士收获合作、广大消费者获取产品信息的绝佳平台。8月17日至18日，沃达丰会展中心免费入场，期待您的加入。Resin 油漆是在新西兰设计及制造的，专为适应本地独特的气候与环境。Resin 高品质油漆，耐久耐用，适用于新西兰各地。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 0941544368。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打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8。10味鲜酒家冬季推出滋补养颜、吸血、防寒、养肉汤锅，同时推出多款适合冬天时令火锅，人均选择，电话0952512885251288。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ner Speak 全日制 NZCEL 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7月29号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 6388-288。BioBegin, maternal and child nutrition health products from New Zealand. Each kind of natural material is extracted by the world's lea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effective components. Make babies thrive. BioBegin. Better begin for the baby.本栏目由 KVB 昆仑国际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在的收听的是由潘特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 Damia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7点49分啊，继续带给大家国际方面的新闻。刚刚呢聊到了很多，包括了美国的这个新政策，我就看了一下，人家说的是要求永久居民以自给自足的方式生活在美国。也说的很有道理哦，就是你这种莫名其妙的觉得对，就听起来感觉好像又没有什么错，但是就又感觉又很就哪里又不对，对吧？对，你就是感觉哪儿被冒犯了，但是你又说不上来。你说他说的美国优先，所以你要自给自足，否则你走，你对吧？anyway， 所以这件事情大家可以来说说你的观点，还有关于香港的问题，我们会在9点钟之后跟 Peter 老师呢也是来一起聊一聊。如果大家想要去现在呢发表观点的，当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那么接着刚才不是提到了说在Damian 刚才提到说那个现在央视的主播很火嘛？对，我们刚刚导播就帮我们找到了这一段小视频，可能有朋友是在网上看到了一些片段，我们把这一段视频放出来，它不是在新闻联播当中播的，对，而是在现在你知道很多的这种主流媒体不是也开始走网络的渠道吗？对，它是在央视新闻的自己的流媒体上，对，然后播的。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声音因为是找到的视频呢放不出来，所以我们把他说的话给大家念出来听，对，好不好？跟大家来说一下康辉到底是怎么来说的。对，我们让导播给大家放一下
这就主播说联播。对，说主播说联播。然后他就说，今天呢主要聊到关注了台风利马奇，灾情还在，预警还在，众志成城要战胜台风，要致敬所有的逆风行者，有了你们才一定能有风雨之后的彩虹，就一定有国泰民安。他说对比起来呢，有一家名字叫做国泰的香港航空公司，近期的一系列行为作为就对不起这个名字。今天的联播里面也报道过，香港各界支持民航局向国泰航空发出重大航空风险预警的提示。然后即便是这样，今天依然有媒体报道国泰航空公司还是会有人参加非法集会，叫嚣搞衰旅游业，让游客不敢来香港。然后他就说呵呵，然后接着呢他就说这真是一个笑话，国泰航空应该是为香港服务，然后现在又在服务谁呢？这样折腾下去，恐怕游客不仅不敢来香港，而且都不敢乘坐国泰航空公司的航班。然后他善意提醒一下，说这种叫做不作不会死。然后同时呢说，还有一些听说有些国泰航空的人员听不懂，只要听到普通话就假装听不懂。他就说那我就说英文好 ，no 作 no die 这就整个全部都是原话啊，然后我没有这个添油加醋。然后这就是康辉说的原话。我觉得最精彩就是他说不作送你一句不作不死，但是呢有一些人是听不懂普通话的，装作听不懂普通话，对，假装听不懂。所以我用英文告诉你 no 作 no die 非常好。真的是大家现在都很放开哦，对，很放开自我，挺好的。哇，那个昨天我还看到一条帖子，就是在说那个外交部的4大护法，就说那个4大发言人是，然后包括说耿爽、华姐。耿爷化解，对，就很多，然后还包括说那个表情上都是经过训练的，就说不说话都是一种蔑视。对，然后之前看到那个就是这个化解，然后在听很多问题的时候就已经眉毛挑起来，然后就已经从牙缝就准备好了，对，嘲笑的那个嘲讽技能已经开到满级。哇，真的非常精彩！我一会儿给大家找啊，我们的外交部的部长那个王毅他的一个表情，哇，那真的是好精彩。是王毅、陆康、耿爽和化解吗？对，4大护法。对，是非常精彩。所以最近啊，这些就是我们啊，有的时候看新闻，你说那么现在连新闻联播都放开了，我们何必要拘着呢？对吧？对，那是陆康不是陆康，那个叫什么来着？刚才康辉，康辉都已经就这样了。我们这是在央视新闻自己的流媒体客户端上说的。那个央视的就是我们说央视新闻7点钟那个新闻当中，不都是出来说某一句成语叫什么来着？训而不及掩耳盗铃吗？一会儿我跟大家来找到的时候再跟大家说啊，这个真的是现在非常的精彩。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也是会继续关注着这一切事情的走向。在9点钟之后，我们也会跟 Peter 老师聊到香港的问题。那么接着还有一点点时间，也是快速的把俄罗斯的这个消息跟大家来说完。对，俄罗斯这个消息呢，现在主要是说爆发了这样一个连续4周的一个规模性的这个示威行动呢，然后现在俄罗斯官方就在谴责，为什么谴责呢？谴责的是某家视频网站、视频分享网站，可以说名吗？可以啊 ，YouTube 啊。啊，就这有什么不能说呢？对，就这家 YouTube， 然后 YouTube 呢在传播向俄罗斯的这个人民在传播非法集会的信息，然后为什么呢？是他们收到了监管机构，然后就是说有一系列的这个信息机构，他们在 YouTube 上购买了广告，然后推送给本地的观众们，然后促使他们去进行游行。这不就像当时 Facebook 就那个时候美国说俄罗斯干预选举，然后就说从 Facebook 发送一些直接的推文，是一个意思吧？是一样的，其实你还是干预人家从不同的这个媒体渠道干预别人的这个内政吧。其实这个后来啊，我也听到很多像Facebook 啊，像什么 YouTube 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还记得那个时候 Facebook 的创始人，就脸书创始人，对着那么多长枪短炮怼在脸上来回答这些质疑。反正他们呢也的确，你说这有没有叫传播一些不该传播的，或者是说你这个对吧？这个东西你很难去界定。对，或者是因为他们提供这个平台，具体谁来传播你也说不好。然后我现在插播一条消息啊，这是刚出来的，就是南非发布了一条消息，在南非过去的周末发生了47起谋杀事件，然后现在已经有27起涉及枪击，13起涉及这个持刀抢劫，包括还有其他7起的其他类型谋杀。然后现在呢是全球已经公布了，如果大家有南非旅行计划的话，请大家还是
尽量改期来避让，因为现在南非的这个开普敦市，然后一直在饱受这个罪犯以及暴力的威胁。如果大家最近有这个出行的或者是旅游的，千万要规划好自己的行为。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预警的状态了。你看啊，关于南非这件事情，我身边刚好有一个从南非过来的朋友，他就是我跟你说，就他本地人嘛，已经乱到，尤其是南非白人，现在根本不敢回去，对，已经到什么状态？就是他也是有条件移民新西兰了，所以他需要呢去南非那边开一个类似于像无犯罪证明的这种证据，但是他现在的状态就是说，他怕回去就回不来了。然后呢，他说现在的南非的警察局都已经到了，谁还给你开无犯罪证明？那活儿都忙到，你知道，就是太多的事情了。这些你都不是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事儿。证明谁管你？所以现在呢，就是说，在南非的开普敦，然后地区的这个犯罪行为已经升级为了城市暴力。然后现在呢，是政府在呼吁。一方面在打击犯罪，另外一方面呢，也呼吁大家尽可能减少出门，以及尽可能减少在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必要的情况下与暴徒产生正面的冲突。同时呢，然后南非也部署了这个国家警力。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反正就不要去。最近南非真的是太乱了。南非这条新消息是真的，南非刚刚说出来的，所以大家真的一定要注意。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已经到了7点57分了。国际上面的新闻大小事情非常多，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新西兰的事情更多。我们马上啊，在整点新闻回来之后，进入到新西兰新闻的部分，所以不要走开，马上回来。稍回来。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全纽最大的 Baby Show 来了！从孕期到学龄前阶段 ，Baby Show 满足您所有的购物需求，上百种知名品牌的产品特惠供应，与育儿专家现场交流，请登录 babyshow.co.nz 购票吧。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陶波，电话0737788886。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666，0962303666。中秋节快到了，还没想好买什么月饼。中秋节咱们家庭菜就是新荣华，老字号的新荣华月饼，选料上乘，精工制作，是今年中秋最好的选择。探亲访友过中秋，买月饼就买新荣华。欢迎各大公司社团前来团购，全国各大华人超市均有销售。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抢购热线0927721168，买月饼就买新荣华。10味鲜酒家冬季推出滋补养颜、辟邪防寒羊肉汤锅，同时推出多款适合冬天时令火锅，任君选择。电话09525128851288。安吉拉杨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 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近 Monro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6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1。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
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本栏目由 KVB 昆仑国际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整点新闻。今天是2019年8月13日，星期二，农历7月13。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新西兰方面的最新消息。新西兰净移民数修正为5万人，但仍处于历史高点。新西兰统计局最新发布的移民数据显示，截止至2019年1月的这一年中，新西兰迎来净移民数量50900人，较去年同期的52700人有小幅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对半年前的数据修正，因此也更为准确。数据显示，虽然净移民数量有所下降，但新抵达的移民数量仍在增加。截止至2019年1月的这一年，新西兰共迎来144200移民，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000人。主要的移民来源于澳大利亚2.5万人，其中1.5万为新西兰公民，其次的是1.4万中国人，紧接其后的是印度1.26万以及英国的1.02万。与此同时，在过去的这一年间，离开的人数也明显上升，增加至5800人，达到了9.33万人。两相抵消后，最终的移民数量为较以前一年下降了1800人。恒天然预计本财年亏损6至7亿纽币，中国资产减值2.2亿纽币。乳业巨头恒天然周一发表消息，如果将可计算的资产减值预计在内，预计本财年亏损5.9亿至6.75亿纽币。董事会已经裁定本财年不进行分红。恒天然将在下月发行最新的财报，但提前发布了财年的经营预期。上一财年，公司亏损1.86亿纽币，本财年预计亏损6至7亿纽币。恒天然首席执行官称，考虑到预期亏损，董事会将停止在2019年财年的分红，这也是2002年以来的第一次。据悉，恒天然的资产减值主要集中在巴西、中国、澳洲和新西兰等地的资产。在巴西，恒天然计划减值与雀巢合资的 DPA 乳业的2亿纽币资产。在中国，由于经营业绩低于预期，恒天然预计减资2亿纽币。而在新西兰，随着旗下出售的冰淇淋品牌 Tip Top， 恒天然预计减值2亿纽币。但首席执行官也同时表示，公司目前现金流仍然强劲，债务减少，降低了运营成本和资本支出的目标也都在轨道上。工签审批到底有多慢？基督城议会新 CEO 的签证也被延期。不久前，基督城议会的新 CEO 薪资曝光，年资超过了总理简辛达，达到49.5万纽币。但最新消息称，这位新的 CEO 还在等待工签的批复。但由于移民局办理时间较长，他能否赶上10月份的当地议会选举还是未知之数。即将上任的 CEO 来自英国，他此前担任英国伯明翰市议会 CEO， 年薪为21万英镑，约合39.7万纽币。来到新西兰之后，新的职位会让他的年薪增加10万纽币。但对于他的签证问题，移民局则表示，目前正在加紧时间，尽快办理。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新加坡将从2021年9月起全面禁止国内出售象牙制品。新加坡国家公园局昨天宣布，新加坡将从2021年9月1日起全面禁止在当地出售任何象牙制品。公园局指出，这一项禁令生效后，所有象牙或象牙制品将不准在新加坡出售。此外，任何与销售相关的象牙或象牙制品展示也将被一并禁止。禁令生效后，违反禁令将依法处置，每一项违禁品将罚款1万新元，总计不超过100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不要走开，稍后回来。以上整点新闻由双子移民留学赞助播出。
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玉山 KCH 亚洲食品进出口贸易商，专营台湾食品、杂货、珍珠奶茶原料系列及亚洲各地特色产品，独家代理玉山系列、龙红酱业、阿萨姆奶茶等知名品牌。玉山 KCH 秉持纯净、绿色、道地的理念，传承古法，积极创新，始终坚持食品安全与健康。玉山之 Food， 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19 09-272-3516。早上的8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先来看新西兰北岛的北部地区。那么在昨天呢，又经历了一番的强降雨之后啊，今天北岛大部分范围之内会逐渐恢复到晴朗的好天气，但是在个别地方仍然还会有阵雨天气出现。气温方面，奥克兰今天是10到15度。那么在北岛南部地区呢，今天则是比北岛北部来的可能看见阳光的几率要更大一点点，都是逐步恢复到平静的状态。那么在惠灵顿方面，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3度，最低是6摄氏度。再来看一下南岛。南岛的北部地区呢，今天东海岸也会看到阳光，但是在西海岸仍然还会有一些的阵雨天气出现。那么气温方面 ，Nelson 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3度，最低呢也达到了0上5摄氏度。我们再来看南岛南部地区，南岛南部地区今天也基本上是晴有云，偶有阵雨的天气情况，气温方面也是有所回升。基督城的最高气温达到了15度，但是早晚呢仍然是只有1摄氏度。皇后镇今天是晴有云的天气，气温方面2到9度。到了明天呢，跟今天的天气差不多，大部分范围之内会是晴朗的好天气，当然还是偶有阵雨会出现。那么在气温方面，奥克兰明天的早晚会稍微有所降温，大家要注意保暖，最高14度，最低是只有8度。惠灵顿5到10摄氏度。2019新西兰国际建筑业博览会暨峰会是本地最大的房地产及建筑业活动之一。今年展会将迎来逾100家参展商，过万名观众到场，而峰会日则邀请到顶尖专家就预制建筑展开讨论。2019 NZIBES 是业内人士收获合作、广大消费者获取产品信息的绝佳平台。8月17日至18日，沃达丰会展中心免费入场，期待您的加入。中秋节快到了，还没想好买什么月饼。中秋节咱们家庭餐就是新荣华，老字号的新荣华月饼，选料上乘，精工制作，是今年中秋最好的选择。探亲访友过中秋，买月饼就买新荣华。欢迎各大公司社团前来团购，全国各大华人超市均有销售。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抢购热线0927721168。买月饼就买新荣华。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JP Media 巨品娱乐主办，林宥嘉爱豆世界巡演奥克。9月7日星期六 ，The Chance Arena 出道10年，倾心力作，前所未见舞台美学，改写演唱会制作标准，概念完整，幕幕惊艳，堪比艺术展演唱会。登录 tknz.com 即刻购票。主办方 JP Media 巨品娱乐携手海南航空、双子移民、Face Club、Media Display、物茶、新洲传媒电视、电台全媒体要一起9月7日林宥嘉不见不散。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926529969。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8。我是杨健。
与您一同关注新西兰时政热点。洋艺园时间每周一上午9点和晚上7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本栏目由 KVB 昆仑国际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由 Panda TV37以及 FM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 Damia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过了8点钟之后啊，我们开始跟大家来分享新西兰方面的新闻。今天新闻内容很多，所以呢，我们快速的进入到正题，来浏览一下今天早上的新闻早知道。那么在国际新闻方面，我们首先就关注到了这个香港的国际机场的这一次示威者的集会，导致呢余下的航班全部取消。那么目前呢是处于准备要恢复，但是还没有完全恢复的状态。那么这个话题呢，我们会在9点钟之后继续和 Peter 老师也来探讨关于香港问题何去何从，以及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香港问题，其实才对于我们来说，对于香港来说是最好的。然后另外一个是总理简新的发布了最新的促进就业计划，然后但是呢，这份计划一经发出，内容就引发了炮轰。我就觉得他们发什么不引发炮轰才比较的新闻吧。最近感觉是不是有点多说多错的感觉？一会儿我们来看看这条消息，到底这个新的就业计划着重在了年轻人的就业的问题上，到底怎么样？为什么会引发炮轰？我们一会儿会来说到啊。当然，昨天还有一条呢，可能我们华人朋友也非常关注的，今天早上在主流媒体也是讨论的非常火热的，就是华为是给 GCSB 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被曝光了，其中的内容是引发了大家的一个讨论之声，就是华为直接说，如果华为不能够在新西兰参与 5G 的铺设，那么我就走了，将会全部退出新西兰市场。然后现在新西兰的这个5G 的供应商是诺基亚。然后，所以也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条新闻。另外一条新闻呢，就是新西兰每年呢有很多小学生被捕，然后但具体为什么被捕呢？警方给出了回复，是因为他们太穷了。小学生但这个话说的到底得不得当？那我们稍后会跟大家来了解一下具体是怎么样。还有昨天有一件事情呢，让新西兰人出现了恐慌。什么恐慌呢？就是8000个摄像头现在蓄势待发，可能会带有人脸识别，将会在奥克兰铺设。那么大家就开始说了，我们的人权呢？我们的隐私呢？这8000个摄像头是用来干嘛的？谁来管？是用来做什么事情的？我们是不是要被监视了？一会儿啊，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聊到。当然，今天是星期2的早晨，所以9点钟过后，我们会和时事评论员 Peter 老师来连线。今天当然首先会聊到香港机场的静坐，给旅客添堵。那么香港问题到底何去何从？除此之外，也会聊到中日重启了战略对话，那释放的信号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了很积极的这个意味？并且呢，我们也知道韩国和日本最近闹得很凶，那么这样子的一个闹法对中国方面又会有哪些的影响？你听听刚才说的这几个，全都在闹，哪有啊和平的地儿？上周我们还都在说经济，这周就全面开闹，全都闹这儿。还有就是再次提醒大家，刚刚在上一节当中 Damian 跟大家说的南非的事情哦，现在千万别去。南非真的不要去，仅在一个周末就发生了47起谋杀事件，一个周末47起，这跟你刚才说的那个美国的那个枪击事件都差不多了，就已经小巫见大巫了，我觉得都是。所以大家一定，如果近期有南非旅行计划的，然后我建议大家来改期，这已经是一个全。去南非呀？南非还是有很多，南非的开普敦本身就是一个旅游城市，是，对啊，它南非的风光还是挺独特的。但是大家如果真的，比如说无论是任何形式，或者是旅行团、自由行，大家尽可能，比如说改期。然后现在已经是一个国际旅游的一个警告。去南非这种地方自由行，我觉得也是挺
很多背包客，很多勇气可嘉，只是你自己不行，你不要。我是觉得勇气可嘉。好了啊，这条消息也跟大家说一说。那么回到新西兰方面，我们首先就来关注就业计划。先跟大家说啊，昨天呢，每个星期一其实是新西兰的这边政府，也就是总理在就总理说，总理不在副总理说，副总理不在就是兼副总理说，对吧？等于说呢，会有一个类似于像新闻发布会一样。那么昨天呢，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呢，我们就听到杰斯达登也是宣布了全新的就业计划，刺激就业的计划。那么据他说呢，是总共会有6个部分来刺激新西兰的就业。是。那么这第一部分是在昨天公布的，主要就是针对的是年轻人的就业问题。他也在这个讲话当中就说了，虽然新的数据非常的可观，我们看到呢失业率是只有3.9%，但是如果只看年轻人，比如说你是刚刚毕业去找工作的，以及呢就是一定年龄之内还没有找到工作的话，那个失业率就是可以达到10.3%。所以作为呢，这个真的是很高的一个比例啊。但是这不是就是你刚刚毕业出来找工作，本来就是最难的一次嘛，是，对吧？你就是第一份工作肯定是最难的。那他这个年轻人的失业率比就是平均失业率高是正常现象，只是他的意思就是说高出非常多。现在不是达到了10.3%嘛？对，所以他的6个刺激就业的计划当中的第一个就是指的专门针对年轻人，而且在这份报告当中呢，还给出了12个 points， 怎么样来刺激12个点、12个方针政策来怎么样呢？对，真的就是方针政策来刺激年轻人的就业。那都说了什么呢？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对吧？总结来看，就是说什么，包括了改善工作的经验机会，就是工作的 experiences， 大家的工作的。更多的他不是经验，就是我实在是圆不回来这话。这第一，对，就是你知道，因为我今天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都觉得一头雾水。你看，这第一，然后还有包括什么？改善职业教育，就是我们说的类似于像那种专业的这个 skill。对 skill，就你可以包括学术上的 skill， 也包括了比如说你就是学电工、水工技能方面的，对，要加强这个。下一条真的，来，确保年轻人拥有驾驶执照。好。接着还有什么呢？还包括了，比如说要去打破雇佣年轻人或者是这种残疾人之间的障碍，让雇主能够更愿意去雇佣他们。还有什么呢？也包括了像这种提供更多给年轻人的机会，尤其是那些可能从比如说福利院或者是政府的这种什么寄养家庭等等长大的这些年轻人的工作机会。大概就这样。好。非常好，就结束了。反正就是基本上，就我听来啊，就是我作为一个这个听众来讲，听完你说完这一番话，那这些哪一些是真正有实际？就是你听完了之后，然后我们不是我们说的啊，这是国家党听完了之后直接就说了，给我的感觉就是你所有的都是说我们要加强，我们要改善 ，how？对，你并没有这个计划当中所谓的你政府的工作的计划，不应该是说你怎样能够达到刺激就业的目的，你怎样能够让年轻人有更好的就业机会。这就跟你去卖东西一样，你说你来比如说我们卖我们台的广告，你说你来我们这儿吧，然后能提升你的品牌什么的，但是你至少得给人一个数据和一个方法，就你为什么你到我这儿能提升，是吧？对吧？所以说他这个完全是给了一个大的画了一个饼。又画了一个饼，所以说呢，国家党的意思就是说，你说的这些话，你以前全部说过，你从你开始竞选的时候就一直在强调说，我们要增加年轻人的就业，我们要给他更好的机会，我们要平等对待，对于什么残疾人也好，对平权，对全部都要大家都有这个机会。但是你既然说了叫工作计划，你是个 plan，那你怎么样达到你要做的这个目的，就是你要做的最终的这个结果呢？其实现在你说不光是工党在就是回应这件事情。其实大家所有人反弹都很严重，大家其实都在等一个实质性的东西，对，就是你给出的目标太多了，目标是好的，大家都承认，但是具体怎么样来实现目标的这个 solution， 解决方案是什么？就是没有，如果你要是说我们是在制定目标，那大家听听也就得了。然后你说的还是我制定的是 plan， 是 strategy， 对，然后让大家就觉得说，那你这个就没有内容嘛。战略，我这个战略，但是没有
就是只有房价，对，吧？没有内容。那么就说到这儿，你看啊，还提到说什么呢？就说它不是有6个嘛？这第一个是针对年轻人的，后边还有什么呢？就针对的，比如说毛利族裔、太平洋岛裔，以及呢难民和我们新移民，都有专门的这样的刺激就业的法案。大家不是法案，就是这个方针。所以大家呢就会有一种感觉是说，会不会那5部出来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要让难民能够找到工作，能够呢在这个环境当中不受到所谓的歧视，能够有公平的这种就业的机会。不是这个事啊，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啊。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在新西兰有没有找过工作，就比如说在这种就是英文的主流公司找工作。其实你在很多地方找工作的时候，你都会填这个表，申请表，对吧？对。然后在后面有一个部分，有一个 part 在新西兰填的就是叫平权的部分。平权的部分其实包括了你的性别、性取向，以及你的这个族裔，然后还包括你是否比如说有这个残疾或者需要辅助等等一类一类的。但是这些东西其实收集的数据是否会怎么样来影响这个雇主来判定，是从来没有人曝光过的。然后但是真的你说我现在选了这个，你说我要促进这方面的人，然后我选了这个，比如说我需要辅助来上班，谁辅助？就是他说我需要 assistant， 然后需要 assist 去工作。那你觉得你还能得到这份工作吗？那就是政府如果支持，比如说现在新西兰有一些就他要求，比如说大企业是你必须有这个义务，你要去雇佣这些人。是，但是这些不是大企业的人呢？那就他说他有，并且他是说，如果你要是雇佣了这样的人，你就要在你的办公场所搭建相应的，对吧？我看过，是的。所以就是说，大家现在望而却步啊。那就只能就是看政府任何一方面。我刚才只是拿一部分来举例啊。如果我们能解决，我们不就是去当总理了吧？那我们选上去的政府不就是应该解决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吗？对，并且雇主现在就是你知道死亡质问，对吧？就是死亡凝视，然后就说 how， 就刚才你说那个 how， 这些个来自于国家党的那个反问都是 how。你说了这个话之后，你没有解决方案。我很认同他提出的这些东西，但是我真的希望能看到一些实质性的东西吧。所以我们就等着吧，不还有5个呢吗？现在只不过是第1个吧，我们来看看另外5个里面都是什么啊？我们看到了会跟大家说。那么说到这儿，昨天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跟那个杨议员在杨议员时间当中聊到？就是有就是这个对生活指数，然后某些部分有上涨，有些部分有下跌。当时呢是因为马上就结束了，我问那个杨议员的问题就是说，我说大家的感觉是我们现在的物价越来越贵，这是所有人对体感毛孔的感觉，就是所有人都认为呢是越来越贵。可是为什么我们的通货膨胀率就是这个 CPI 反而看到是只有1.7%？这是不是跟大家的这种感受有一点点不相符？然后呢，我们就谈到这个话题，就问到大家嘛，觉得什么东西降了？那既然有的升很多，那就一定是有的东西是就是价格是降了，最终呢它的 CPI 才平均在1.7%嘛。是，所以我也问大家，我也问杨议员，对，就我们到底身边什么东西在降价？然后大家就一时语塞，就是我们想不出来。昨天下节目以后，咱俩不是还坐在这儿，到底哪些东西降了？对，然后就是想说，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直观的哪些东西降了。那现在你有数据了吗？对，昨天晚上呢，也是再次感谢一下杨议员啊，也是连夜呢给我们做了一个表格。这个表格一会儿我会发到群里给大家来看，如果想看的朋友，当然也可以来加一下啊，或者怎么样跟我们来索要一下。那我现在先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内容。这个表格呢就分成了2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叫做 Stable Household Items， 翻译过来就更像是说你每天生活必须的这些开销，就是固定生活开销。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一点点类似于像可有可无，不是那么需要 extra 的这种感觉的。那么就在生活必需品的这个方面，全红，什么意思呢？就全部上涨。其中就包括什么？包括食物涨了12%，酒类涨了57%。接着烟类那一类的，对吧？那烟就不说了。接着啊，说这个房子涨了34%，房子当中包括34、57啊，包括了租金，包括了房贷，包括了等等啊，总共是上涨34%。还有什么呢？健康方面上涨了28%。
这个我们说的 transport 啊，这个交通方面涨了10%，教育方面涨了31%，还包括了像这种 insurance 啊这种东西也算生活必需品嘛，是上涨了24%，所以加在一起平均是总共涨了28%。我说的这个涨不是1年期间啊，要跟大家说清楚，是2009年到2019年这10年间。总共就说，那就我就心里平衡一点。然后你刚才说1年之间涨了什么50几、20几，然后平均涨了28，那我真的要疯哈，我难以承受。快让我说完。所以总共在生活必需品这样一平均下来是涨了28%，是10年间。那么接着什么东西降了呢？是这种所谓的非必需品降了。是，来看看降了什么啊？好，衣服方面据说降了2%，10年间哦。10年间降了2%。对，然后呢，房屋当中的这些 contents， 包括什么沙发呀、床啊、什么洗衣机、电冰箱啊这种东西，10年间降了2%。然后呢 ，communication 方面就包括了电话、什么网这些方面，10年间降的最多33%。好。接下来就包括了像什么 computer。电脑、电子用品，什么这个游戏，就是娱乐方面的，这个呢是10年间降了4%，所以平均下来呢，10年间总共是降了10%。所以这个数据告诉大家什么呢？平均下来降了10%。对，就是告诉大家一个什么事情呢？如果大家仔细去听的话，就等于说，如果你是真的低收入家庭，你那些不必要的东西，可能你都没有钱买，那你的生活的感受就只是涨。那可能有一些人是需要去买电脑啊，成天家里面有装饰品呢，可能你会感觉到小幅的下降，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的感受越来越贵，但其实 CPI 就没有升的那么多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一直说无法承受这个现在的生活了。好，由于时间关系，然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继续回来讨论今天的新闻，不要走开。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换汇在东平，分分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助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安吉拉杨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 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 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近 Monro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六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
本栏目由 KVB 昆仑国际冠名播出。路况播报由本田汽车冠名播出。全新本田今天就申请，任您选择2年3期零利率、零首付或36个月的3.9%利息，购买全新本田汽车从未这般简单容易。任君选择零首付3.9%利息或1/3首付2年3期零利息贷款，立即致电本田中文热线09-890-9018。早上的8点30分，我们还是快速的来关注一下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目前的一个路况的信息。很堵啊，反正提醒大家早一点出门，可能跟下雨是有关系的，倒不是说什么事故让哪个路况堵死，就是整条路都堵。反正现在的状态，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前半段 Papakura 到塔卡尼尼黄色车多，然后呢是短暂的恢复了绿色的行驶畅通。接着从 Istamaki 开始，现在一路到市中心已经没有通畅的路段了。最近最拥堵的路段呢是集中在 Princess Street 经过 Mount Wellington、Ellerslie 到 Greenland 这一段是大排长龙的状态。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20号高速。20号高速的东向上 Morora 的 Dominion Road 已经堵黑了啊，黑色大塞车。过了 Dominion Road 之后到 Hillsborough 也是红色，交通拥堵。过了 Hillsborough 之后到 Queenstown 是黄色车多。过了 Queenstown 之后恢复绿色的行驶畅通。西向上 Lambie 经过 Roscommon 到 Massey 红色交通拥堵 ，Massey 到 Wellesley 黄色车多，过了 Wellesley 之后恢复绿色的行驶畅通。16号高速从18号这个路口一路到市中心全红，任何别的色儿都没有，而且很多路段就是在濒临到黑色大塞车的状态，所以今天16号高速从头到尾啊堵得水泄不通，大家赶紧出门。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北岸。北岸也差不多，从 Otiha Valley 现在一路到 Eastman Road 也是全红，过了 Eastman Road 之后到 Oniva 同样黄色车多，要过了 Oniva 之后才会恢复绿色的行驶畅通。那么市中心出来之后往南方向走，现在也是一路到 Ellerslie 都是在黄色车多的状态，要过了 Ellerslie 之后才会恢复畅通的路况。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一定呢是要早一点点出门，还有就是注意驾驶的安全。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 Honda 本田汽车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财经信息。首先看一下股市方面， NZX50 指数是报下跌了 0.47 点 10,872.74 点，上证综指上涨了 40.24 点，报 2814.99 点。道琼斯工业指数再次又下跌了 332.44 点，现在是报 25,955 点。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汇率方面，纽币对人民币 4.5525， 纽币对澳币 0.9523， 纽币对港币 5.0655， 纽币对美元 0.6455， 美元对人民币 7.0640。 汇率啊，当然还是会实时变动的，所以大家呢以当时的这个汇率为准。对，我跟你讲，最近汇率真的是波动很大，然后并且变幻莫测。昨天离岸人民币然后对美金，然后一时跌破7.1，然后后来又然后后来又反弹了嘛。但是当时那大家也是揪心呐，想说到底要跌到什么地步才算停？所以说呢，这件事情啊，我们继续呢，反正汇率方面大家还是要。如果要是真的有寻求专业意见，还是要去寻求专业意见的。好了，刚刚在那条新闻当中提了政府的这个就业计划，大家感觉怎么样呢？以后可能还有我们新移民，当然我们现在不算新移民啊，对，要把自己划成新移民，这是不算，这是对移民的一些帮扶，看看能不能帮到咱俩头上。对，反正之前都提过嘛，那就一步一步来，我们现在继续看着嘛。还有呢，就是提到了物价方面，我已经把呢昨天杨议员发给我的表格也发到了群里，如果想看的朋友啊，可以赶紧。放进来看一看。然后呢，我们的群友也有人在说，他说呢，那些生活必需品最近10年降价都很难卖出，好像今年年头呢，他说特价，比如说像 Harvey Norman 做了1个月都没有见过。还有另外那个 New Living 也是一直都在特价，你现在只要上他们网站，它一直在清仓特价。所以还真的有，比如说电脑也便宜了，对，跟以前比，是，对吧？那手机。除了某牌之外的，除了果牌的，对，也还好。对，所以说真的是，对不起，真的是有东西在降。但是问题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要是真的属于低收入家庭，这些可能是你根本就不会去触及的一个地方。那等于说你的生活成本就是在纯涨，对不对？对。所以刚才我们在私下还算了一下，到底说双职工，然后带2孩子，然后赚多少钱才能 cover 到自己的生活？
尤其这些必须的，刚才说孩子教育也在涨，然后是吃啊、喝啊、穿啊、用啊都在涨。那你涨了以后，你真的你价工资没有涨的情况下，你真的是人家说了，工资涨了4%多呢。是举步维艰呐。不听你这个话，不听。好了，那我们继续啊，往下说。当然，对我们刚刚聊到的话题有什么样观点，也可以继续来发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92939006。接着，我们再把目光转到华为的这件事情上。今天早上刚刚得到的消息就是呢，这个是新西兰的这个媒体曝光的一封信。这个信呢，是由华为的总部由任正非对，还有华为的一些新西兰这边的负责人写给 GCSB 的。GCSB 的头当然就是 Andrew Little 了，对吧？GCSB 的 Minister Andrew Little。那么这个信当中大致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说华为在新西兰这边遭受到了很多的反复无常，就一会儿说呢，先把我们华为说不能用铺设 5G， 后来又说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然后后来呢又没有了，所以他说这种反复无常也导致了他们在新西兰这边的盈利是受到了非常大的重挫。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了，如果再不给我一个明确的消息，或者说就告诉我明确的5G 的华为的5G 不能够加入到新西兰的这个铺设当中了，那么我就走了，就是华为会全面退出新西兰市场。对，然后并且这封信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写的呢？这封信是在7月头，其实就已经写完了，就已经发过来了。这是最近才刚刚，然后他们用的词就是 leaking， 就是被泄露出来了。所以这一泄露出来以后呢，这也引发了大家的这种各种猜想，然后包括说为什么一直没有给出一个正面回复，这已经又过了1个月了。当然了，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呢，在今天早上啊，引起了新西兰这边主流媒体当中非常大的讨论。那大家讨论的点在哪儿呢？就是政府的这个态度不明确，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原因，也是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呢，大家已经不去讨论政府到底表什么态了。现在大家的反应是说什么？就是新西兰到底能不能够承受没有5G？不就是这么简单吗？虽然说其他的公司也有5G 的铺设，但是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什么？贵，就直接呢，在这个信里边啊，华为就已经说了，说如果你不用华为的，那么会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在未来10年，你可能要多花出4亿纽币，这就是结果，不是说你没有。所以我们的相对某一些费用就会上升。所以说现在新西兰的意思就是说，第一，我们是有的，但我们能不能承担这个费用？第二，那我干脆不铺5G。我又能怎么样？所以这是新西兰主流媒体当中在讨论的话题。他们直接就说了，我们能不能够 afford， 我们能不能够承担失去华为？这是在新西兰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不是也是挺有趣的？也是一个死亡质问，是吧？当然了，也有人就是在说了，说华为要搬走了，那可能因为它的手机市场不足以支撑它整个在新西兰的开销。那作为公司的一个决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有很多人就觉得说那没有华为就没有华为呗，新西兰人啊自己就觉得没有5G就没有5G呗。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5G可能对于我们平常普通人来说，我们也就是收个信息，下载个图片，对吧？或者看个电影，那可能因为大家现在宣传的个人用途，你无非就是你上网更快了，然后你做任何事情，这个跟网络相关的都更快了，移动端更快了。但是实际上，其实5G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肤浅。它5G 牵扯到后面的物联网以及这个通讯设备，然后包括一些应急救援，其实对我们的生活才是改变最大的部分。还有就是说5G 其实反应最大的应该是商业嘛。那么现在很多人就是说，我们人类不是就是我们平民老百姓，4G 和5G 可能你的感受不是很明显，你也不会觉得你被世界淘汰了。你看前2天这个 Vodafone 发布了最新的这个5G 通知，它也是说了，现在基于在诺基亚的结构上面，然后它会在今年的12月份推出首批应用的，它并不是说先紧着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它是先紧着谁呢？警察局，然后这个救护车，对，然后直升机，然后包括垃圾管理，因为他们是希望用5G 的技术呢来提高他们的办事效率。真正说你说为了普罗大众的娱乐生活提升多少，那可能真的不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位置。但是有趣的就是什么呢？讨论这个话题的都是老百姓。对。因为所以说这个就是也是啊，你要是一个导向问题吧。所以老百姓就觉得，不是那天我们还在新闻当中说嘛，说现在澳洲也有人出去游行什么呢？就说5G， 就是不要5G，致癌，然后导致流产，然后失眠、脱头发，
然后肥胖，对，这肥胖这个干嘛说肥胖要那么大声？你这也是灵魂质问、拷问。就我今天早上也听到这样的，就像我说，我说了很多次了，很多说新西兰人老百姓。你上次不是说听说那个打电话上来就说那个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主持人也觉得很无奈，就说你们到底哪儿得到这种消息，我们都不知道。然后就说不是有那个嘛，说 1, 2, 3, 4G 可以，就5G 能够导致肥胖、致癌和不生育。实际上5G 的其实它的据专家消息，5G 的它的这个辐射量啊，还不及你站在微波炉旁边热东西的时候发射的那个辐射量。你要跟他们说没有用，就像他们就是印象当中就觉得，所有的小企业主都有游艇。你信吗？哎呦，要是讲辐射，我们现在早就已经死翘翘了，好吗？这一堆我们现在有这么多辐射，就是灯啊、电脑啊、电视操作的话，咱俩早已经过去了。对，咱们两个真的是。所以说啊，就说到这儿，大家今天呢，在新西兰这边，你一定会听到很多讨论关于我们新西兰到底能不能够承受没有华为这件事儿。不过你知道这个事儿啊，引发我一个想法，就是说华为现在确实是你也能看得出来，华为在这方面的有多大的决心。前两天这个华为华为手机买一送一这个事儿，当时也是刷爆朋友圈嘛。那我想知道大家到底有多少人抢到啊？你说那个买一送一是不是也在做类似于像清仓？就是我因为其实当时大家说了，以为是在那个某家那个华人的这个公司在做，其实在洋人公司也在做，全部都在做。人就说我就是送了，并且当时不是送那个次级的这个手机嘛？你买次级手机送一个次级手机，买1级手机送一个次级手机。所以当时大家就说了，好，那反正人就是豁出去了，这次就清掉算了。是。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会不会最终成型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公司现在都有自己的计划，比如说像 Vodafone 已经选择了诺基亚来铺设它的5G。那么 Spark 那最大的竞争对手啊，这件事情让 Vodafone 走在前面，其实 Spark 是有点不爽的。那么 Spark 方面呢，尤其是 Spark 又是一个本地的通讯公司。Spark 呢，它的4G 其实是华为帮它铺设的。对这件事情大家也知道，而且呢，Spark 在某些方面，包括了它的 Managing Director 啊，一直对华为呢算是一个拥护者或者是推崇者。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达过这个意愿，但是呢，也是受于被迫的压力。对，所以在2020年的7月1号，可能就会不再选择中国的通讯公司了。但是 Spark 呢是自己说了，他可能会选择的是瑞典的一家的公司，应该叫做Cisco 还是叫什么 Cisco 对吧？就是我们平常用的那个 Cisco， 大家也知道，很多人上班的时候就 Cisco 提供了很多这个服务器终端，然后包括这个服务器终端网络，它也是一个算很老牌的一个大公司了。所以 Cisco 据说会给 Spark 来铺设5G 的系统，这是我新闻当中看到的。但是我跟你讲啊，我大概跟大家讲是这个贵的程度是什么啊？Cisco、诺基亚、华为 ，Cisco 永远排在这些很贵的。Cisco 它拥有很多的这个全球的这种商业网络，然后它做了很多商业的这个计算机的这个终端，然后其实大家一直以为华为是做手机的，其实华为也是在做同样的这个生意。对的。然后 Cisco 为什么华为前几年这么红，就是它跟 Cisco 做的一样东西，它的便宜又高效。然后现在没有办法，如果没有华为，那就只能选择 Cisco 或者诺基亚。诺基亚当时诺基亚的这个基础建设也确实是很强大，但是也是近几年来一直相对来说研发方面还是有一点点落后。然后就说到这个 Cisco 啊，我们看到有朋友说 Cisco 是美国的，但我新闻当中说 Spark 选择的是瑞典的 Cisco，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之前不是说很多都是那个欧洲的这个5G 建设方案嘛？对，有可能是不是他那边这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可能是方案提供的不同吧。对，然后还有呢就是 2 degree 对吧？这现在新西兰3大了吧？3大。2 degree 说的意思是什么呢？等等，我等等看。主要是2 degree 面向的客群其实可能也没有那么需求，我觉得他们可能没有那么急切的需求吧。所以说呢，就2 degree 的意思是说，我们可能等2年，到时候他们就觉得说呢，说是不是这个对吧？大家1年多少钱来着？1年多花多少钱？花4亿是吧？4亿不是10年哦，好，10年1年多花400万。然后就说那个意思就是说呢，说啊，他们等到这个可能这件事情就 settle 了，关于5G 的事情大家都 peaceful 了，我们再来，再选，并且设备也便宜了，我们再来。所以这就是大家的一个表态啊。那么当然了，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补充您的看法。我们的时间关系啊，8点45分，稍作休息，马上回来。如
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er Speak 全日制 NZC1号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7月29号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玉山 KCH 亚洲食品进出口贸易商，专营台湾食品、杂货、珍珠奶茶原料系列及亚洲各地特色产品，独家代理玉山系列、龙红酱业、阿萨姆奶茶等知名品牌。玉山 KCH 秉持纯净、绿色、道地的理念，传承古法，积极创新，始终坚持食品安全与健康。玉山之 Food， 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19 09-272-3516。你想试用在世界皮肤年会上唯一被受邀的抗皱精华吗？ Snowberry 全新焕彩精华，科学证明有效提升紧致度，只需40纽币就能让您在这个冬季完美呈现。全纽最大的 Baby Show 来了，从孕期到学龄前阶段 ，Baby Show 满足您所有的购物需求，上百种知名品牌的产品特惠供应，与育儿专家现场交流，请登录 babyshow.co.nz 购票吧。除了大量的粉刷用具及装修工具，我们还提供额外的服务，解答您的问题。装修问题免费咨询，请洽 Resin 各专门店。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01 377-8801。立冬换汇，诚信、安全、可靠、保密，加上专业的理财经验，欢迎来电5228698 5228698，门前有大量停车位，地址1号 Kenneth Street Newmarket。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 0962303366。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本栏目由 KVB 昆仑国际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 Damia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非常感谢啊，因为我们的那个听众，我们的听众都非常博学，并且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听众可以查电脑。没有了，我刚才也去查了一下，就说这个 Spark 到底它要怎么合作呢？它是说它的 Gear 就是属于这种设备，对吧？选的是美国的这个 Cisco。对，然后呢，它的5G 的系统选的是瑞典的爱立信，是这么回事儿。是，他说是 trial 啊，是这种试验。试点。当然，他选的是他跟中国就他4G 是华为铺的嘛，他就说那就没有了，就说从明年开始就选择了美国和瑞典的这2家公司。好了，就是这么回事啊。那么时间的关系呢，现在已经到了8点49了。我忽然间要宣布一件事儿，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还有一个抽奖的事情，我今天早上一直都没。这个女人真的很可怕。为啥？就是这么突然，让猝不及防。来这样子啊，我们现在大家可以拿起您手中的电话来拨打0992939006。我们今天早上呢要给大家抽出的仍然是由我们的这个金主爸爸
Safari Group 提供你看我是什么意思？因为每次就你说的比较清楚。我们是由 Safari Group 提供的华美达酒店以及酒店公寓的免费住房券2晚，然后可以适用于全新西兰境内的任何一家华美达酒店以及酒店公寓，包括奥克兰、基督城、惠灵顿以及皇后镇，还有 Rotorua。对，任何地方。好了，这样子啊，我们今天抽出的是，不要问我几号，我已经不记得了。你已经挡了我这个，你懂我的套路。你现在11和12号，今天要抽的是，可以，没事儿，稍等一下，让它滚一下，我把我的那个登记表打开。然后今天抽11和12，明天抽13和14。对，然后刚才我还查了一下，诺基亚是芬兰的。哦，诺基亚是芬兰的。诺基亚是芬兰的，所以说反正现在大家就选欧洲的呗。跟你说一点，你知道为了拖时间不择手段。好了，快点，我们快速的把这个抽奖抽完啊。随便抽一个吧。早上好。早上好。Hello。喂，你好。我要数3、2、1了。3、2、1，没有。你好。哎，你好。你好。哎，你好。我刚要说3、2、1。怎么称呼您？我抽中了，不要了。啊，您不要了？我不要，我就是要吃的，住房了不要了。好，非常感谢您让出来。试试我幸不幸运？幸运，非常幸运了。燕什么时候回来啊？燕在中国发展呢，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我跟他很好的。好，回来他回来的话，我们会提前告诉大家的。拜拜。好，谢谢。哇，让出一个名额可是还行。真的。来，再抽一个。我惊到了。这位朋友你好。早上好。你好。哎，请问怎么称呼您？姓江。江女士。哎。然后，请问您的手啥玩意儿？请问您的手机后4位是5879。5879，大家都太熟了，你这根本对大家抢答，我们还没登记完呢。非常感谢您是11号。时间节省你们时间。您是第11号。好，非常感谢您参与。拜拜。下面的这个就是人家让出来的名额了哦。好，真的这个简直太幸运了。来吧。早上好。早上好，你好。喂，你好。哎，你好。您今天特别 lucky 哦，我们第一位接上来的朋友，他说他放弃了，他住房他不要，所以说呢就把您也给接上来了。有听到。有听到。请问怎么称呼您？我姓朱。朱女士。好的。对。手机尾号8789。好，8789。然后您是第12号。OK， 谢谢你。好，谢谢。好calm哦。对啊，真的。要我肯定耶，对吧？就是你看我这个性格就不行，我要把朱女士，然后在后面备注非常冷静。对啊，我要学会这种沉稳，我要做安静的女子。你做不了，下辈子吧。重新投个胎。是下辈子吧。好，真的是很厉害。抽完了，就这么快。今天呢，这个小娇也是心血来潮，你看大家挂电话也快。刚才抽到朱女士的时候，然后听到的时候，立刻就电话就挂没了。真的是跟我们聊。本来我们有4条线在闪，然后那时候只有1条线都没有。哎，来了，我们要不要接聊聊？但他这时候应该是来抽奖的。试试呗。反正现在我们线上这位观众听众，如果我们接起来，大家可能要说新闻了啊。对。立刻挂掉。大家应该听到我刚才那个嘟的声音是吧？好啦，这个关于我们说这个5G 的系统，关于华为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可以继续来说，也可以就我们用来电话了，接吧，这回应该不是了。早上好。早上好，你好。喂，主持人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你要说哪一个？我就想来说说这个。反正做一个中国人背景，我觉得混到现在还真不容易，你知道吗？以前呢是技术不过关，被人看不起。终于努力吧，好点了吧，结果你太强了，也被人打。对，有不人说嘛，就证明我们现在强了，所以才被人盯上嘛。对。我觉得咱们这么说，强不可能当世界第1、第2了。我觉得反正比以前我们自己要强很多了。对，那肯定。情况下，那还是被人家怎么讲啊？嫉妒看不起。我觉得
哎，也挺可悲的，知道吗？而且呢，居然我们拿出了一个世界上的大礼给大家，虽然大家也不愿意要。对，我觉得这点让我想不大明白。而且呢，刚才你说的什么东西涨了，什么东西降了，降的那些东西呢，怎么讲呢？就是说，它不是因为这个，我觉得它这个降，跟那个涨呢没法比，为什么呢？因为降的东西都是靠的是科技进步。对，没错，没有科技进步，它不能复制的情况下，那么它怎么降呢？是。而且你说你一年买多少个电脑，但是你一年得吃多少鸡蛋？这种东西还是因为就是社会普及度高了。对呀，没错。你这么说，你要倒退20年，手机，请问各位谁用得起呢？10年前新西兰的电话，我想请问谁打得起呢？我经历过电话卡是吧？1块4，1分钟吧。对，随便打个电话聊聊天，我给你们打个热线，我跟你讲，这1个月下来，你们还不给我报销，我为什么要打？对，现在是免费了嘛？科技进步带动的整个降。对。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新西兰说我们不用5G， 好，就这一句话，我们科技不进步，以后更被人世界所淘汰了。你科技过不去，就会被挨打嘛。你现在新西兰不管怎样，我很高兴的是，起码它用上宽带，用上光纤了。你要求真的是够，真的是。好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不好意思，好吗？好，谢谢。不过也是，你看它联系那个物价，就是如果你不用，也许以后我们那个绿色的那边都没了。没有，我跟你讲是这样啊，就是大家如果我们5G也没有了，这些东西都没有了，然后我们一直红的涨，那我们就真的要回中土世界了。我们真的就变成传说中的中土世界了。好了，时间关系啊，8点57分，稍作休息，回来之后进入到跟 Peter 老师的连线话题。不要走开，稍后回来。2019新西兰国际建筑业博览会暨峰会是本地最大的房地产及建筑业活动之一。今年展会将迎来逾100家参展商，过万名观众到场。而峰会日则邀请到顶尖专家就预制建筑展开讨论。2019 NZIBES 是业内人士收获合作、广大消费者获取产品信息的绝佳平台。8月17日至18日，沃达峰会展中心免费入场，期待您的加入。Hello， 各位纽西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Yoga 刘虾，感谢新西兰 JP Media 剧品娱乐的邀请。这次我将带着我非常自豪的作品2019 Idol 世界巡回演唱会在奥克兰跟大家见面，期待给大家不一样的演唱会体验。9月7日星期六，我们不见不散哦！主办方 JP Media 剧品娱乐携手海南航空、双子移民、Face Club、Media Display、误茶、新中传媒电视、电台全媒体，邀您一起9月7日林宥嘉不见不散。登录 TKNZ.com 即刻购票。换汇在东平，纷纷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助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3368 094154336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新华移民留学专注专业个性化，敬业高效18年。新华移民留学电话3798181，移民留学就找新华。10味鲜酒家冬季推出滋补养颜、清血防寒养肉汤锅，同时推出多款适合冬天时令火锅人群选择。电话095251228852512288。
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淘宝，电话0737788886。本栏目由 KVB 昆仑国际冠名播出。大家早上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整点新闻。今天是2019年8月13日，星期二，农历7月13。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新西兰方面的最新消息。新西兰净移民数量修正为5万人，但仍处于历史高点。新西兰统计局发布最新的移民数据，截止至2019年1月的这一年中，新西兰迎来净移民数量50900人，较去年同期的52700人有小幅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对半年前的数据进行修正，因此也更为准确。数据显示，虽然净移民数量有所下降，但新抵达的移民数量仍在增加。截止至2019年1月的这一年，新西兰共迎来144200移民，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000人，主要移民来源于澳大利亚的2.5万人，其中1.5万为新西兰人，其次的是中国人1.14万，紧接其后的是印度的1.26万以及英国的1.02万。与此同时，这一年间离开的移民数量也明显上升，增加至5800人，达到了总和的9.33万人。两项相抵之后，最终净移民数量较前一年下降了1800人。恒天然预计本财年亏损6至7亿纽币，中国资产减值2.2亿纽币。乳业巨头恒天然周一发布消息，如果将可能的资产减值计算在内，预计本财年预计亏损为5.9亿至6.75亿纽币。董事会已经裁定本财年不进行分红。恒天然将在下月发布最新的财报，但提前发布了今年的财年经营预期。上一财年公司亏损1.86亿纽币，本财年预计亏损6至7亿纽币。恒天然首席执行官称，考虑到预期的亏损，董事会已经停止了2019年财年的分红，这在2002年以来是第一次。据悉，恒天然的资产减值主要集中在巴西、中国、澳洲和新西兰等地。在巴西，恒天然计划减值与雀巢合资的 DPA 乳业公司的2亿纽币资产。在中国，由于经营业绩低于预期，恒天然预计减持2亿纽币。而在新西兰，随着出售旗下的冰淇淋品牌 Tip Top， 恒天然预计减持2亿纽币。但首席执行官也同时表示，公司目前的现金流仍然强劲，债务减持，降低了运营成本以及资本支出的目标也在轨道上。工签审批到底有多慢？基督城议会新 CEO 的签证也被延迟。不久前，基督城市议会新 CEO 的薪资曝光，年资超过了总理简辛达，达到49.5万纽币。但最新消息称，这位新的 CEO 还在等待工签的批复。由于移民局办理时间太长，他能否赶上10月份的当地议会选举还是未知之数。即将上任的新 CEO 来自英国，他此前担任英国伯明翰市议会的 CEO， 年资为21万英镑，约合为39.7万纽币。来到新西兰后，新职位会让他的年资增加10万纽币。对于他的签证问题，移民局则表示，目前正在加紧时间，尽快办理。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新加坡将从2021年9月起全面禁止国内象牙制品交易。新加坡国家公园局昨天宣布，新加坡将从2021年9月1日起全面禁止在当地售卖任何象牙制品。公园局指出，这项禁令生效，所有的象牙及象牙制品将不准在新加坡销售。此外，任何与象牙销售的相关展示也将被禁止。禁令生效后，违禁行为将依法判处，每件违禁品罚款1万新元。
总计不超过100万新元。另一经定罪，违法者最高被判处12个月的监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不要走开，稍后回来，我们今天会与 Peter 老师进行连线。以上整点新闻由春丝面条赞助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玉山 KCH 亚洲食品进出口贸易商，专营台湾食品、杂货、珍珠奶茶原料系列及亚洲各地特色产品，独家代理玉山系列、龙红酱业、阿萨姆奶茶等知名品牌。玉山 KCH 秉持纯净、绿色、道地的理念，传承古法，积极创新，始终坚持食品安全与健康。玉山之 Food， 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19 09-272-3516。早上的9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先来看新西兰北岛的北部地区。新西兰北岛的大部分范围之内呢，今天都会恢复到晴朗的好天气，但是在个别的地方还会有阵雨出现。奥克兰今天就是晴天偶有阵雨的天气，气温最高是15度，最低10度。北岛南部地区也是大部分范围之内都会是晴朗的好天气，在中部地区可能偶有阵雨天气情况出现。气温方面，惠灵顿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3度，最低气温是6摄氏度。再来看一下南岛，南岛北部地区今天东海岸也全部都是晴朗的好天气，但是在西海岸还会有阵雨天气情况出现。气温方面 ，Nelson 也是有所回升，最高气温达到13度，最低是5摄氏度。我们再来看一下南岛的南部地区，南岛南部地区呢也算是气温有所回升，而且呢降雪和降雨逐渐远去，今天会出现很多的阳光，但是还是会偶有阵雨天气情况出现。气温方面，基督城今天最高达到了15度，但是最低温度仍然是只有1摄氏度。再来看一下明天呢，新西兰大部分范围之内跟今天差不多，仍然会是晴有云，但是偶有阵雨的天气。不过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就是明天早晚会降温，一定要注意保暖。明天奥克兰最高温度14度，但是早晚是只有8摄氏度，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多添件衣。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01 377-8801。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Resin 油漆是在新西兰设计及制造的，专为适应本地独特的气候与环境。Resin 高品质油漆，耐久耐用，适用于新西兰各地。换汇在东平，分分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助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中秋节快到了，还没想好买什么月饼。中秋节咱们加点菜，就是新荣华老字号的新荣华月饼，选料上乘，精工制作，是今年中秋最好的选择。探亲访友过中秋，买月饼就买新荣华。欢迎各大公司社团前来团购，全国各大华人超市均有销售。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抢购热线0927721168，买月饼就买新荣华。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
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这里是新西兰，传说中的长白云之乡，神秘的中土世界，更是当仁不让的人间天堂。这里妥妥成为了旅游达人的打卡圣地，因为天生丽质那是不用说了，后天的努力保护更是不能少啊！面对严峻的生态考验，我们一起在行动。新西兰环保部联手潘大 TV37，共同打造自然生态探秘节目《绿野新踪之 Doc 自然说》，带您深入森林，探索海洋，寻访珍奇，遇见更精彩的新西兰。还等什么？准备好行囊，和我们一起出发喽！每周三早上9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播出，敬请关注。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本栏目由 KVB 昆仑国际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Panda TV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 Damie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今天是星期二的早晨9点钟之后啊，我们照例呢会和时事评论员 Peter 老师来进行连线。我们先赶紧把 Peter 老师给请进来。是，早上好 ，Peter 老师。早上好。哎，早晨好，小娇。早晨好 ，Damien。今天早上这个话题比较多，很满，所以我们先这样吧，我们先从这个中日重启战略对话这件事情开始谈好了。其实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最近啊，世界上的很多大事发生，把它给冲淡了。但其实这件事情对于无论中国来说，还是无论对日本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我们先让时隔7年之后，对呀，时隔7年了嘛。我们让 Peter 老师先给大家来讲讲故事啊，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要？这不是故事了，这就是判断了。它的确很重要，因为中日战略对话是中国在对外战略对话当中可能是几乎是最重要的。是，因为跟美国的战略对话也有，但是美国战略对话呢，实际上是谈得很艰难啊，因为你们知道，美国现在把中国几乎作为敌对国来看待，所以以前有的时候这个战略对话基本上是谈都是白谈了。但是日本不同，日本呢，虽然经过波折7年的波折，但是以前的13轮战略对话谈判并没有白谈，只是停滞了。所以本质上呢，日本不是像美国一样把中国作为一个完全的战略敌对国这样来看待，它还是因为历史的原因、竞争原因各方面原因，它跟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它这种距离，它又不想拉得太远。是，因为日本在对中国的贸易一直是顺差，凭这一点它也不会拉得太远。没错。那么，这战略会谈已经谈了，这一次刚刚恢复的这个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在日本跟日本的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吧，他们叫次长。在日本谈的有第14次，那7年前呢进行了13次，最早的开始是2005年就开始了。哇，这真的是够久。对，很长。曾经刚刚开始的时候，曾经有是1年就谈了4次，密度很高，后来几乎是1年1次。那么为什么没谈下来？为什么停7年？大家都知道，2012年的时候，当时的日本的执政党民主党的首相叫田野家彦，在钓鱼岛事件上处理，他的处理方法简单粗暴，就把钓鱼岛划归日本国有了。就日本国家出钱把这个钓鱼岛从一个日本人的手里，所谓的岛主但中国是不承认的，给买了。然后为什么要买呢？他说他会逼出来的，因为他不买呢，东京市政府想买。
东京市的市长当时是个极右派，对中国是绝对敌对的一个人，所以搞得他认为他下不了台，他就买，实际上一下就把中日关系给搞毛了。对，搞僵了。对中国来说，你再怎么放在私人手里是个争议问题，是 OK， 你国有化的话那就不得了，那绝对不可认的，所以中日关系很大。当然钓鱼岛事件大家以前都有个阴谋论，是为什么这么搞？因为中国当时跟日本跟韩国已经开始谈这个3国的贸易协定，而且已经讲到了是不是要设立亚元。哇，而且这个货币的互换协议也做得非常好。这时候据说美国人插手了，就利用日本内部的极端仇视中国人在钓鱼岛问题上做文章。只要钓鱼岛问题上出事儿，中日关系一定崩盘。果然就崩盘了。就崩盘了。那么这一崩盘就崩了7年。这7年时间当中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达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达到对中国来说是高危险度的平衡。就换句话说，钓鱼岛以前中国实际上不进它12海里，甚至200海里经济属区也去的不太多，保持一个历史上的争议，留着以后去解决。这是邓小平当时定的调，说我们的后代会比我们更聪明，留给后代去解决。那你不保持争议的话，你等于默认了。所以中国一定要在钓鱼岛问题上，在国际上，在2国关系上保持自己的关系，保持争议，才能留给以后作为处理钓鱼岛事件留个画饼子吧，起码。对，因为钓鱼岛实际控制是日本人在控制嘛。对，是。结果日本人把它归国有化之后呢，中国政府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这事情搞得实一点、大一点。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海监船不仅变多了，吨位变大了，武力变强了，而且经常进入日本的12海里。不是日本的12海里，钓鱼岛12海里。对，就这是个危险的平衡。日本人也没拿办法，也拿他没办法。但日本虽然说在国内上他把它国有化，但实际上他控制能力上反而是减弱了。现在就我说这一个比较高危险的一个平衡上，那这种平衡达到一定程度上呢，中方我看中方实际上是见好就收。那么在这段过程当中呢，安倍也达到了他的很多目的。因为安倍上台之后抓日本的经济建设，他成为日本历史上最长的一个首相了，现在已经是。没错。所以他在国内实际上从日本的国家利益来讲他是做得不错的。尤其是国际事务上。国家利益只要国家利益，不管哪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是为自己的利益站在自己一方。但是国家利益跟国家利益无所谓对策，一定会有冲突。是。就换句话说，你的国家利益某种程度就是损害我的国家利益。没错。对吧？对。所以从他的国家利益他做得不错，所以他做得很不错了之后，他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在国内有的地位，日本的经济相对来说好转，国际上他也游刃有余他这个人做人也是挺谦卑的该低头就低头。那可不是一般的谦卑，尤其是面对美国的时候。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开始急于跟中国修好。那么主动权呢就在中国手里，所以中国呢在掂量着什么时候重启中日双方的正常的接触。实际上正常接触是在去年，是前年2017年基本上就开始恢复了，有点。大部分是在2018年的时候，是新闻当中报。主要的高层领导开始来往是2018年。2018年，首先李克强去了日本去访问上半年，到了2018年去年的10月底，安倍晋三正式访问中国。对，时隔那么多年正式访问中国。那么中国之后呢，他邀请习近平正式访问日本。当时可能说是今年去访问日本的，但是 G20 会议上呢，正式确定习近平原则上接受日本政府的邀请，可能在明年正式访问日本。这就是原则上中日双方的基本上一个政治背景。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重启中日战略对话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它变成了有实质内容了。对不对？你如果是贸贸然启动了，没有实质内容，两国关系并不好，你启动也没用。是。所以启动中日战略对话是在2018年的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在2019年
现在开始启动了，所以它变成有内容、有意义了。是，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我们看看日本和中国之间，除了政治方面，经济上的形势如何呢？2018年的贸易额啊，中日之间的总的贸易额3200多亿美元。这是挺高的。你看，我们跟美国的贸易额加起来也就是5、6千亿嘛，对，差不多，对不对？那跟日本就是3200多亿，而且日本跟中国长期是贸易顺差国，去年的贸易顺差达到了300多亿，哇塞，这是很厉害的。所以经济形势是造就了两国的关系一直是不错的。皮特老师，那对于日本来说，像这种贸易顺差国，除了中国之外，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现在还是美国吗？中国是中国。日本的最大贸易国是中国中国的中国对他来说中国对他跟中国来说是最大的。我记得我要这个可能要查查，有可能错我记得是这样的。然后呢，仅去年我好像看过资料说，中日之间光签署合作协议就签署了50多个，而且50多个贸易额是180多亿美元。所以这两个国家的这个经济上和由于政治好了，经济上的合作也变多了。尤其是你知道吗？你像“一带一路”，现在日本人已经表态，他愿意参与“一带一路”。为什么？“一带一路”中国做的的确不错，他本来想他自己跟东南亚去做，类似于。他提不出那么宏大的口号了，一带一路，但是他很注意东南亚带的合作和发展。但是他在中国跟中国一起做项目的时候，最近这1两年抢不过中国人，因为他一个成本高，中国的相对的成本低，而且中国现在呢，尤其是基础建设，中国技术上突破，施工各方面能力突破比日本人强了。是，对，所以他抢不过之后，他主动提出能不能做第三方市场合作。就是我随着你中国人“一带一路”，包括他自己做的这个项目，我们一起合作，我们两个在海外就不要竞争，拿一个项目下来，我们大家共同合作，优势互补，是，这个非常非常好，所以他就这样逼着他呢，对“一带一路”也有所承认。其实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件好事，对吧？在技术上，那当然，那么这些情况看来都是非常好的，因为这有个大的背景、大的战略背景，或者是整个全球人类发明的一个大的背景可能今后出现的情况，以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越南为首这一圈的叫做中华文明圈，或者叫儒家文明圈，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这个文明圈、这个经济圈、这个市场范围可能是今后世界上的一个新的文明中心。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伦理，共同的一种生活习惯，共同的一种生活方式，基本上跟西方人比较，相对来说我们的一致性比较多。而且全世界在人类文明给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方面呢，除了西方人之后，东亚人目前是世界上贡献最多的。而且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也算是给我们加了一把力，对吧？就是他对，那当然，是吧？就是我们下头就要讲的有些什么助力，让我们走到这一步，对吧？特朗普是个很大的助力啊，在这个问题。对华为有功，对中日交好有功，对。但是这里头，我们虽然讲这个最大的前提，但是是不是所有的战略家都看到这一点？不一定。有些战略家看到了，有些战略家可能看到，但是实现的可能性不太大。有些战略家看到是分歧要比共同点大，所以有些战略家是非常悲观的。对，角度不同，对不对？对，你比如说中国和日本之间传统上的问题，什么问题？你们知道？3大问题要遇到。对，历史问题。对，这个历史和现实问题。对，这个靖国神社。对，历史问题。东海油田。对呀，完全是经济利益问题。这3大问题是中日张交非常难解决的，非常难解决。那么好，那么还有共同碰到的说一些可能存在的问题，南海，因为日本人想跟美国人一起去巡游一下南海，那中国人是很不高兴的，对不对？还有日本人跟美国人提出了印太战略，对，这对中国也是不好的，对不对？但现在日本人开始改了，说印太战略要跟“一带一路”结合起来。日本人他自己活着也不容易啊，这两边也谁也不能说什么话。对，现在真的是对啊！你看，那共同合作的地方有什么呢？
我们刚才讲了历史问题，又讲了新问题，再讲共同合作的共同合作问题，说单边和多边主义，这是中国和日本合作的方面，就是你刚才讲的，因为特朗普反而明确了要单边是要多边，日本人就很要求多边，因为日本是个出口大国，他不多边能行吗？对，他要求多边，而且他也被美国打，他本来想着他讨好美国了，结果美国谁都打。盟友也打，非盟友也打，疯起来谁都打。特朗普疯起来自己都怕，对，还是跟中国在一起结合比较好一点。对，是相对来说稳定一些。对，还有 RCEP 区域经济会那个经济合作组织。对，RCEP 要走下去，因为 RCEP 要走下去很重要的就是跟东盟合到一起去，让地区的优势就更加明显。如果这个整个东盟跟东亚地区整个合起来，会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那倒是，对，这个现在走的也不错啊，走的也不错。还有就是中日韩三方的这个经济圈，现在有点难呢。中日韩俄啊，对，还有如何共同处理好，或者帮助处理好朝鲜问题，这是对共同要合作的问题。所以很多事情有历史问题，但是又有合作的希望，所以混在一起的话，怎么去处理？所以这些问题都会是中日战略对话的内容。所以这个骆玉成他在跟日本人讲话，他总结了好像就6个字吧，他说叫增强项补短板。他说我们这一次的中日战略对话就最核心6个字，增强项补短板。那我刚才讲的所有的内容，你们听着说哪些是强项，哪些是短板。7年下来没谈要谈的东西真是很多，我们大家可以理解，对不对？而且何况我们以前有那么多谈下来的基础，都要跟着继续落实。7年锻炼7年的过程中有那么多的世界上的变化，比如说日本都现在接受中国一个词，叫做现在的世界上100年未遇之大变局。日本开始接受了，这是中国提出来的，中国已经提出来两年多了。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接受，越来越清楚世界局势走到今天已经是世界未有之大变局。这倒是如何在大变局要掌握最主要的方向，把全球经济、全球文明的进步带动起来，看来东亚人会起很大的作用。尤其是说，无论你是从人口，你是从经济的体量，还是从各个方面，你的制造业的能力等等各个方面，其实它都是有自己的一定的一席之地。其实说到这儿Peter 老师，因为我们还剩下2分钟的时间，就来说稍微提2句，就关于现在日本和韩国可以说是打得有点不可开交。那在这件事情上，中国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中国我估计中国应该积极的主动去撮合他们，因为什么？现在是产业链、供应链、材料链，我们这3个国家的链是很牢的，比美国人还牢你知道中国的贸易额下降，你知道谁都跟着下降，韩国、日本都跟着下降，是因为中国的产品很多是采购日本和韩国的东西，而且很多是不可替代的采购。是，那一旦中美贸易战打了，他对中国关税一提，中国的出口量减少，甚至有些东西就减少产量了，或者是不生产的话，那个韩国、日本不是一跟着要减产？现在的经济贸易已经看出这个形势这3个国家因为中美贸易战全受影响，影响是比较大的。只是说韩国人跟日本人是好朋友，所以不敢唧唧歪歪不敢亮声。对啊，你看那个谁亮声亮得多厉害，马来西亚、泰国就直接亮声说我们受到影响新加坡就说我们受到影响，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像日本和韩国那样是跟美国结得那么紧，是同盟国，有什么东西安全都要靠美国，连日本的政治体系都是美国人建立的。当然他就见到美国人就哈腰，所以那倒也是认真的在哈腰。对，拜码头认真哈腰。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跟中国那么近，经济关系那么近，人种又这么近，所以从今后的发展上，他不跟中国结合是不行的。这么听起来就是日本的角色也挺难的无论是日本左右为难，韩国现在也是好难。然后在周围各个国家的环境关系也为难。对，日本人是看上去难，是站在他的角度，实际上站在东亚人的角度上，他不要那么难，甚至我认为韩国都不要那么难。
好了，时间关系啊，我们已经到了这个，不好意思 Peter 老师，因为我们都到9点30分，对，我们得马上休息一下了啊，听几则商家好介绍。回来之后呢，其实我们听众一直在说让 Peter 老师聊2句香港问题，快点儿。我说好，那我们就稍等一下啊，在这个9点30分回来之后，让 Peter 老师我们也共同来探讨关于香港现在的一个局势，以后到底应该如何去发展呢？稍后回来。JP Media 巨品娱乐主办，林宥嘉 idol 世界巡演奥克兰站，9月7日星期六 The Charles Arena 出道10年，倾心力作，前所未见舞台美学，改写演唱会制作标准，概念完整，幕幕惊艳，堪比艺术展演唱会。登录 tiki.nz.com 即刻购票。主办方 JP Media 巨品娱乐携手海南航空、双子移民、Face Club、Media Display、误查、新中传媒电视、电台全媒体，邀你一起9月7日林宥嘉不见不散。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3368 0941543368。玉山 KCH 亚洲食品进出口贸易商，专营台湾食品、杂货、珍珠奶茶原料系列及亚洲各地特色产品，独家代理玉山系列、龙红酱业、阿萨姆奶茶等知名品牌。玉山 KCH 秉持纯净、绿色、道地的理念，传承古法，积极创新，始终坚持食品安全与健康。玉山之 Food， 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19 09-272-3516。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 217388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新华移民留学专注专业个性化，敬业高效18年。新华移民留学电话3798181，移民留学就找新华。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本栏目由 KVB 昆仑国际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正在收看的是由潘达 TV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 Damia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江。那我们继续来跟 Peter 老师来接着连线。是 ，Peter 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我们继续这个接着来连线。已经有今天早上从一大早，我们的听众观众就开始在聊香港问题了。毕竟昨天的这一次的整个机场、国际机场的瘫痪的状态，也是大家非常的关心。我相信昨天在晚上的节目当中，Peter 老师也聊到了关于香港的问题。刚才我们有听众观众呢，就在群里在呼唤就说快点让 Peter 老师也聊聊关于香港的问题。昨天下午没听着，所以想让 Peter 老师来说一说，现在整个目前香港的状态已经走到了什么样的天地呢？
个人意见哈，永远是代表个人意见。我知道讲香港问题是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意见哈。是。一个是个人意见，一个是看了这些东西呢，我是用这个话讲，叫包括昨天电视节目讲，叫香港局势在恶化。那么这恶化呢，是不是变得冲突性更强了？我自己的感觉也不是完全，可能有些点上显得更暴力更强。但总的来说，我倒并不认为香港的冲突更强了。但是我说的恶化是给香港带来的影响带来的损失是恶化的。林郑月娥特首他在9号的时候带了一帮官员出来讲话的。比如说财政司长商务发展经济发展局长带数据讲话，他怎么讲？他说香港目前的经济下行得很快，情况比金融危机和非典 SARS 时期都严重。像海啸到来恢复需要很长时间。你看看。政府出来讲话，实际上他手里有经济数据的。是。你知道光是游客已经减少了40%。还有游客，我觉得就已经不错了。哪还有人要去啊？现在。对啊，香港那还是数据，这个数据还是什么？前几日或者前几个星期统计下来的数据。是。不表示当下的数据，当下的数据可能更严重，因为我知道去香港的游客当中有统计说70-80%是大陆的。但是我昨天看凤凰卫视在北京随便采访路人，没有一个说这个时期要去香港的。是呀，都说不去了，因为香港现在已经这个旅游的价格降得很厉害了，包括商品的价格都降很厉害，有时候降到70%都有。这么一种价格，记者就会问：已经这么便宜，你们还不去？不去，不安全，不去。以后再说，都是不去。我要是家里有人要去，我也会跟他说不要去。我会拦着他的。对呀，因为什么呢？媒体就是这样，媒体的放大效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是比如说基督城地震，全中国的妈妈都问到奥克兰，你们怎么办？对，对不对？因为就是这个媒体尤其视像媒体造成的这个效果冲击力很大的。你忘了那个当时黄背心军不是有一张照片披露出来吗？就说火光四射，最后他是蹲在火盆底下拍的那张照片被人曝光出来了，就是类似于。那当然香港我们也不能轻看香港危机，香港危机毕竟是香港回归这么多年来是最严重的危机。是这个我们要承认。尤其是你看昨天已经发生了什么，用燃烧弹投掷警察。导致警察的下体被烧伤，身上被划破，这个事情就出来了，那这种就非常非常暴力。后来我看到香港人转了一个警察抓这帮人的那个一小片段，大概几分钟，哇，警察是火了，嘣一下扑上去，一下抓了10来个人，好像，他报道是抓了10个人，全按在地上，然后马上就捆起来，哇哇乱叫，被抓的这帮年轻人大喊大叫，警察根本不管，2、3个人摁住他就绑起来，因为警察也火了，太过分了。所以那个镜头都被记者照起来，但是记者照起来的时候没有对到投燃烧弹的镜头，只照的是警察抓，可能又被反宣传。哦哟，那多了，我这个在主流媒体上今天好多，是吧？就新西兰这边的。但是但是宏观的还是要怎么看香港？香港讲老实话香港的这个包括你讲的机场全部停运，机场停运是什么情况？整个候机大厅坐满了人机，是。镜头拍出来是这样我们不知道镜头是不是别的地方并没有坐满，他反正把这个坐满拍好。那么香港的港务管理局、机场管理局决定停办，最后开头是停一部分，后来全部停。那现在在恢复现在在恢复，都在恢复。是，就躲过那个风头嘛，躲过风头。你也不知道这些年轻人还要做什么东西，还要冲击哪里，你可能check in那里都给你冲击，那就很乱了，对吧？因为香港跟全世界的这个警察执法有几个执法是特别弱的香港警察执法也是，就是说下不了狠手的，传统上是不下狠手的，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往往是被动到不到一定程度是不会轻易还手的所以我们看香港现在情况就是包括中国大陆呢，现在有几个事情已经强调了。第一个，从中央政府来讲，已经是港澳办公室已经是在深圳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的会议发出很多信号，其中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目前最主要的是，对吧？这个停止暴乱，制止暴乱。第二个，尽快恢复香港的这个正常的秩序。所以那个特首都出来讲了，说是立法会本来是休会，现在提前开会。是很多技术式的法案要推出来，要恢复香港，快速恢复香港经济活力，这些都包括在里。还有一个，中央政府讲了，通过这个港联办，这个已经讲了，说是必要的时候，中国政府是要出手的。那么现在有些消息，包括看到是什么？看到是深圳的警方都在演习。那么大家都一直说中国会不会派军队进去？对，这个就是很多人在问的。对，会不会派军队？实际上从法理上，中国军队当然可以派啊，因为基本法上写的，只要特区政府有需求，中国军队就会可以。是。那现在更有多一个选择，不是军队是警察，可不可以？因为中国防暴警察在最近这10几年成长非常快，因为接受美国这些欧洲方面的警察的防暴经验、防暴器械，中国的防暴警察发展非常快，所以从防暴这个角度讲警察比解放军还要有方法，还有专业性。所以有没有可能真正到了一定时候，中央行使中央权力，派中国大陆的警察进入香港？其实这件事情上我们大家听的时候，我们今天早上大家也在讨论这个点，就说呢，这个状态的确是给香港现在本地的生活的民众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大陆无论你是派军队也好，或者是派警察也好，那我们也能够想象到，这不就达到了他们所谓的一些目的吗？就是另外的这些反面。然后你说这个，所以对啊，他一定是有得有失，就得失如何拿捏的变成。对呀，一定有得有失的，毫无疑问的，对不对？比如说中央政府最想的是香港，自从撤销逃犯条例之后，中央是支持的，也认为这件事情虽然遗憾，但是支持撤下来之后，毕竟香港只是700万的人口，对于中国一个大盘来说，它是个小地方。对，香港的少数人拼命冲击底线，第一个是可能是极端人，就是极端泄愤，但是很可能就是外部势力的支持下要把这件事情搞大以至于中央政府不得不插手的话呢，就可以向全世界来说明他们认为的一国两制是失败的。他们认为中央一定会干涉香港的正常的法治。对，在他们看来，民主包括自由，因为在他们的那个伦理当中，在他们的逻辑当中，这是一脉相承的。一条派就是干涉法治、干涉民主、干涉自由都可以。他不管那个法律当中写的是什么，他就觉得只要你来就是干涉。对，这就是这种情况。但是这里头这就是失，但是会不会得呢？我们都知道，如果中央政府下狠手的话，迅速止暴的话是止得住的。那是肯定的。对，情况是现在香港的情况是参加示威的人越来越少。集中的还是那些暴徒在，所以实际上他的支持在减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再搞的话，我们真正制服的就不是示威的人了，就是一帮暴徒。香港市民不会在中国派出军队或者警察的时候会出来跟你打巷战的，这是不可能的，香港人也没这种秉性。所以这就是得，如果你要真正止暴的话，按照中国中央政府的力量，止暴的力量是非常强的，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会像中国的中央政府止暴能力。那我相信是。所以有得有失，看怎么判断，我们还是要看看实际的发展，希望不要走到这一步。对呀，真的是。就我们说那个，我就现在给我的感觉因为我们没有在香港生活过，所以可能也不是可以直接代表他们。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是不是很多的香港的老百姓现在就觉得在看黄衫军，就一开始他们的确是有诉求的点，或者说他们也是有人支持，但渐渐的就变成，你知道就不像样了，你也不知道是些什么。对，现在大家是这样的想法，对吧？因为不知道他们现在求的是什么了。也知道，但是
就是已经偏离了嘛。哎，正好啊，这个 Peter 老师那边的电话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就是完全的是现在有这个非常大的杂音。正好我们的时间也到了，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点45分了。今天早上非常感谢 Peter 老师的连线，当然我看到大家呢也是在不同发表自己的一些观点啊。我们最后其实在下一节当中呢还剩下7、8分钟的时间，如果大家对于我们刚刚聊到的话题有什么想聊的，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但是请大家还是保持理性，都是个人观点，我们也是个人观点，但大家理性的表达个人观点，我们可以共同来探讨这个话题。好，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回来。2019新西兰国际建筑业博览会暨峰会是本地最大的房地产及建筑业活动之一。今年展会将迎来逾100家参展商，过万名观众到场。而峰会日则邀请到顶尖专家就预制建筑展开讨论。2019 NZIBES 是业内人士收获合作、广大消费者获取产品信息的绝佳平台。8月17日至18日，沃达峰会展中心免费入场，期待您的加入。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除了大量的粉刷用具及装修工具，我们还提供额外的服务，解答您的问题。装修问题免费咨询，请洽 Resin 各专门店。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本栏目由 KVB 昆仑国际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正在收看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 Damia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点48分啊。对于刚刚我们聊到的话题，欢迎大家可以利用这最后一点点时间，有什么想说的，都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对，热线电话是你熟悉的9293-906。那么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如果大家不聊这个话题，我们就再多跟大家说条新闻了，好不好？
说吧，来吧，我们说那什么，就说那个小学。我们说那个摄像头的事儿，如果大家打电话上来的话呢，就随时打断我们啊，没关系的。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摄像头的事情，刚刚说完5G 嘛，现在也是科技的事情，就是摄像头。昨天这件事情也是在新西兰引起了很多的讨论，说的是什么呢？是奥克兰现在呢准备要在整个市内多安装8000个全新的新型的这种摄像头。那么为什么会引发恐慌呢？就是因为这个摄像头现在的摄像头都具备人脸识别的功能，对，真的是，并且这些摄像头还会自动记录以及传输到服务器，然后进行分析勘探。那么现在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谁安的，归谁管，这些东西要干嘛，对吧？那么当然现在得到的消息是说，这些呢是奥克兰交通局他们来负责安装以及使用的，所以呢最主要的这个摄像头可能就跟比如说抓高速啊，不是抓那个超速啊、违规啊，或者等等这一系列是相关的。但是现在大家担心的点就是，那你奥克兰交通局会和谁分享你拍摄到的这些信息？现在目前为止，奥克兰交通局已经透露出，警方可以随意进入奥克兰交通局的系统。然后这个项目以及这些摄像头，警方也将会利用这些摄像头的数据以及信息来进行一些勘探破案呐，然后一些调查嫌疑人。所以说呢，这就是为什么昨天引起了大家的强烈的反弹。就说虽然它没有啊，就没人否定说这个摄像头不会开人脸识别的功能，所以这也就是大家在说，那你这个新型摄像头既然有这个功能了，那以后我们就被人盯着了呗。你想想，全奥克兰总共6000多个，那平均下来的话，可能就是每差不多207个说奥克兰人就能分到一个摄像头。那其实你这样讲，你走在 Queen Street 上那么多人，那就有多少摄像头在那儿？手机上一人一个，人手一个。对啊，任何情况，其实像这个情况现在来，咱们就不拿奥克兰来说，就世界各地吧。之前不是曝光过说中国现在有多少摄像头？然后不是说我们坐航班坐那个飞机前面那个屏幕上就是那个某香港航空的那个某香港公司的那个航班，就是最近然后就是被那个 No 作 No die 的那家，然后屏幕上那个小摄像头都会偷偷的监测你。对呀，所以他就现在，并且这个最可怕是他把它写进了这个说明里面，就是你自己没看嘛。对。你自己没读嘛？所以说这件事情就是这样了。那么奥克兰现在就是反弹非常大嘛。那为了装这多少个来8000个摄像头，总共还要投资450万纽币。然后据说呢是这总共8000个是已经加上现在有的，所以额外出去的那些摄像头总共是要花450万纽币。然后现在呢这个就是各方嘛反应之声很大，然后呢这个各方的也是出来保证，就说这个不会用于监视大家的，等等等等。但是大家又发出了这个灵魂拷问，就说新西兰的情报机构以及这个政府通讯安全局，就刚才我们提到那个 GCSB， 对，这家 GCSB， 还有包括安全情报局 SIS， 如果他们表示感兴趣或者是有意拿取这些信息，那奥克兰交通局是否会提供权限？那他们可是跟警方有合作的呀，那不需要通过奥克兰交通局，他们不需要啊，对吧？但是我就是在想，并且他是国家这样政府机关，他们如果是真的以国家安全原因调用，你有什么理由拒绝他呢？其实我说到这儿啊，就是也有就是听众什么的在说嘛，就说那你自己如果要没有做过亏心事，或者你没有做过什么其他的事情，你怕什么呢？这不是很多人在说的一个点吗？但是隐私专员就说了，我不怕，我也不能让你拍我呀。可是问题就在我在想，就说新西兰人现在有多少人是真的认为自己没有被监控的呢？你知道吗？就是你真的是认为自己的一举一动是没有人管，就是没人看得到的。就算不是被这个摄像头监控，对呀，包括被你的手机监听，然后手机摄像头拍照。这些都是，还有你自己 po 在社交媒体网站上的，你自己都泄露了那么多的隐私。不就那天有一个新闻就说了嘛，然后这一个妈妈，然后在那个手机放在旁边，就说了一下她想要购买一个类型的产品，那广告立刻就跳出来。对呀，这个大家都有经历过吧？对不对？你真的只是说了，你没搜。我跟燕就是曾经啊，我们俩就是试验过，真的就是你在比如说我们俩在说什么什么，一会儿你的手机就是你再打开社交媒体。你就会看到那个产品的广告出现，所以你说我就在想，奥克兰人民反应如此强烈，说我们安了8000个摄像头，
就是你人手一个摄像头呢，真的是不认为自己已经被人见过或者是被人听过吗？当然了，最初这些安摄像头的原因，然后首先大家奥克兰交通局已经说了，我们不是为了监控大家，依然还是为了就是保护安全以及公共交通安全，包括减少超速，然后去判定事故等等的因素，我们要装。当然，大家你无论是阴谋论也好，或者怎么样，各方的感受也好，你提出这些质疑，我们都愿意回复。然后当然了，他也说了，那我们跟警察合作，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嘛。对呀，对吧？那交通事故当然是要跟警察跟警察合作。那当然，如果国家安全部门以国家安全为由来要求介入，那我们能管得了吗？他们也没有理由说不。而且你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啊，就是大家在说因为新的摄像头为什么反弹这么大，不就是有人脸识别功能嘛？然后就有人在说，那就是有新设备不用，我们就得用老设备那个，不能有人脸识别功能的那个安上，那也得买得到啊，对吧？那你现在可能都没有这个摄像，就是我们现在新西兰在用的老式的这个摄像头，不能直接拍，还得通过后边的数据分析才能够真的取得里边的讯息。也无所谓，我跟你讲是这样。大家不跟他说和5G 那事儿一样吗？你摆着那个，对我就不用嘛，对吧？大家就说那我不要就好了。交通事故让它是一样的，对吧？然后就是反正查不着吧，对。咱们两个干嘛要生气？为什么在节目最后一节？我就今天一直在讲这个新闻，跟高科技有关的，新西兰人不接受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有趣。对，就他们觉得大家为什么接受的能力这么差？他不是接受能力差了，他就是干脆不接受，用各种的身体的每一个汗毛孔在拒绝接受这个东西，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一方面没办法承受这个社会给你带来的生活压力，然后以及这个生活成本，但另外一方面又用这个体感，然后就是说我拒绝。对呀，你不觉得新西兰人就是这样吗？任何新的东西到这儿都得拒绝个多少年，然后等大家淘汰了，他开始用了。就等到大家都没有的时候，他又开始叫。对呀，就是真的是人家都不用了，他又说这个东西还行啊，你看刚才咱俩说的那个，我说我5年前来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光纤，然后那时候都是 ADSL，然后直到现在了，我家还没有光纤，依然还没有普及呢。对呀，我们现在还炒5G。哇，就是很多的办公楼里面都没有，就是大家也不用，就觉得也可以啊，无所谓，对，很好。Anyway 吧，反正感谢大家早上3小时的陪伴，时间又来到最后了。我们稍作这个没有了啊，这一节今天呢9点57分了，我们的节目只能到这里跟大家来说再见了。明天早上又是星期3的早晨，我们照例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新闻的内容。那么也祝大家今天有个美好的一天，明天早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躲避大风大雨好，明天见。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